林秋，发什么愣？赶紧把水挑去西院，萝卜切不好，今晚就别想吃饭。穿越第3日，大唐贞观9年。想我上辈子也是酒店大厨，这辈子混成御膳房打杂，也是独一份了。怎么又是这个任务？能不能换一个？丁，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厨神系统正式激活。新手任务：制作一道美食，获得品尝者高度赞赏。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大师级厨艺基础。是否领取临时厨具与食材？系统领取。反正自己吃，就做红烧肉吧。好苦，好香呀！大蝈蝈，你在煮什么呀？滋滋能不能吃一口？这叫红烧肉，小心烫哦。哎，怎么哭了？烫到了吗？滋滋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还要大蝈蝈，滋滋还要。丁，检测到时刻晋阳公主情绪极度变动，给出顶级好评。晋阳公主，李世民最宝贝的侄子。恭喜宿主超格完成新手任务，奖励结算中。大蝈蝈，这是此子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啦，比父皇宴席上的羊肉好吃好多好多倍。丁，您收到来自大唐羚羊公主的超级好评，奖励超额发放。恭喜宿主开启新手礼包，获得特殊技术粗盐提炼法。粗盐提炼法，这是扼住大唐经济命脉的技术。大胆狂徒，你在干什么？你给公主殿下吃什么？这是炙肉，贱肉！你竟敢用这东西毒害公主殿下！你想死吗？竟敢用下贱肥肉谋害皇嗣！来人，拿下！立刻杖毙！住手！都不许动！谁准你们欺负本公主御厨的？是我抢了蝈蝈的饭吃！我的小祖宗，那是植肉啊，会要命的！这小子没安好心。你胡说！这肉肉香香甜甜，一点都不臭，比孙爷爷的苦药汤好吃10000倍！今天谁动厨师蝈蝈一下，子子就再也不吃饭！我去告诉父皇，你们虐待我！何事在此喧哗？老夫刚给皇后诊脉，被你们吵得头昏。咦，小资子，你怎么在这儿？孙神医，您来的正好，公主吃了炙肉，怕是要旧疾复发呀。胡闹！殿下快吐出来！孙爷爷，我都吃了，肉肉好吃，肚肚暖暖的，不难受。咦，神医，如何？要不要催吐？闭嘴！奇之怪哉！殿下本是脾胃虚寒，脉象沉细，此刻中招暖流升腾，竟在滋养肺气，这哪是积食，分明是服了上等温补良药。补药？那可是齿肉啊！八角、桂皮、陈皮，仅去腥不足以化油，此肉究竟有何玄机？孙神医不可！妙，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油脂被香料彻底化解，只留其香，不留其害，更有火候之力，入腹如春。这哪里是做菜，分明是以烹饪行针砭之术。小友，你究竟是哪家隐士医道同僚？回神医，小子林秋，只是御膳房普通学徒，万物皆有灵，处理得当，毒药亦可救人，见肉亦可成真修。所谓医食同源。好一个医食同源，老道着相了。你说什么？自子晚膳一口未动。回殿下，公主说上食局制羊肉有怪味，远不如那大哥哥做的肉好吃，皇后娘娘也哄不住。岂有此理！孤道要看看他用了什么妖术蛊惑自子。摆架御膳房，快，太快了！这刀工堪比顶尖剑客。你是何人？竟敢深夜在此放毒？放毒？太子殿下说笑了。殿下要不要与我共享这盆毒药？放肆！孤乃大唐储君，岂能吃此低贱嗜肉？四子年幼无知，孤绝不会。既然殿下不赏光，微臣便自行享用了。孤只是为查真相，看你如何蛊惑四子。不好吃，孤定治你罪。真香！光吃肉腻，
待会儿给你做个更绝的。还有更绝的是什么？柿子也能吃吗？丁，检测大唐太子李承乾顶级好评，奖励食谱神级清汤面。殿下，尝尝这个。这是孤为了刺儿，试试这面汤是否能入口。这才是人间至味，往日御膳全是猪食。此面无毒，还有解腻化食之效。林秋，再做4碗，孤要打包。殿下还没吃饱？非也，1碗给四儿，2碗给父皇母后，最后1碗孤当夜宵。丁，恭喜宿主征服大唐太子，激发人效属性评级完美，奖励军用格斗术精通级，后世特种部队杀人记，奖励屈原离完整版图纸，农耕神器，可改大唐境运。旱灾，又是旱灾，国库空虚，百姓如何过冬？陛下，夜深用膳吧。不吃，观音壁抱恙，朕哪有心情？父皇，儿臣给您送好吃的来了。你个逆子，不务正业！父皇，此为顺肉所致，儿臣为您试毒。滚犊子！朕看你嘴角全是油，还敢跟朕抢食？软糯香，这竟是顺肉！朕富有四海，竟不知世间有此等美味。父皇，这是御膳房杂役林秋所做，竟有此事！父皇，世子先发现的。孙神医说此时暗合医理，对公主有益。传旨，封林秋为上食局凤玉，专司自子饮食。逆子，可曾给你母后送食？父皇冤枉，儿臣早已派人送去。算你有孝心，跪安吧。林秋今天出尽风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明日堵他，就说偷盗极品食材，人赃并获，打烂嘴，打断手，扔苦井。明白？检测到李世民、长孙皇后、晋阳公主特别好评，奖被动技能美食之眼，系统抽奖商城开启，附赠商城币100，抽奖池2。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抽！丁，恭喜宿主获得金色神级食谱神级灌汤包，一发入魂。2次免费抽奖，开启储物空间，极品土豆盛100斤，极品黑猪里脊盛100斤。土豆，贞观年间根本没有，这是救命祥瑞，是安身立命的免死金牌，先藏好，找机会给李二一个惊天惊喜。林秋，好大的胆子，竟敢偷盗御膳极品藏红花！兄弟们，给我打死这个贼！大唐后宫果然不太平，昨日我只能逃，但今日……住手！都在干什么？王公公救命！林秋偷盗食材还行凶，他是反贼！陛下圣旨在此，封林秋为上食局凤玉，专司公主饮食。你们是质疑陛下眼光，拖下去，杖责50，逐出宫去。林凤玉，接旨吧。公主殿下闹着非您做的饭不吃。大哥哥，自子昨晚吃了一大碗面，今天还要吃。今天吃灌汤包。字子，皇兄来看你了。殿下是来看字子，还是闻着香味来蹭饭的？姑是来看妹妹，顺便帮你尝尝味道。姑喜欢你的性子，私下做朋友如何？好香啊！我要吃，我要吃。姑替你试毒，不想烫起泡就听口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大蝈蝈好厉害！人间至味，此乃人间至味。皇兄坏，不许抢滋滋的包子！哎呦，侄子你咬我！厨师最高的夸赞，莫过于此。坐有坐相，你是大唐公主，不可学市井无赖姿势。这姿势确实解乏。林秋，御膳房食材都一样，为何你做的鲜美百倍？有独门秘方？盐，上食局用的是上好青盐，难道你的盐更好？青盐算什么？我能将有毒矿盐提炼成比青盐精细100倍、洁白如雪的食盐。矿盐？你是说姑和四子父皇母后吃的都是毒盐？疯子，你想害死姑全家？子 C 子快吐，那是毒盐！皇兄坏，不吐，滋滋好晕。殿下冷静，我敢给陛下公主下毒，嫌酒足不够消消乐？我没说刚才用矿盐，只是告诉你我有这技术。你能把漫山遍野的毒盐矿变成比贡盐还好的盐？此话当真？真假，一试便知。让人去挖矿岩石，我现场炼给你看。王二，速去京郊盐山挖矿岩石，此事机密，不可泄露。是。看好了，第一步过滤完成，第2步起火熬盐。这真是盐？呸！
有点苦，过滤粗糙，勉强及格。纯粹前味绽放，无苦涩无土腥。这是神迹，比公盐还要洁白精细。你是神人，献给父皇必将震动天下。工序再细，盐还能更纯更好。还能更纯？殿下，盐炼出来了，该谈交易了。你说，姑能办到的，全都答应。我的要求很简单，除给四子做饭外，我做的食物可以给宫女、太监、侍卫吃。啊！你不要单书铁券、万贯家财，就要给下人做饭？厨师最大追求就是让更多人因美食而幸福。换，当然换。此乃东宫太子令，见令如见姑，皇宫除禁地外，你任意通行。成交。你们慢慢练，去做美食了。这是神仙法术，是救苍生之术。今日之事泄露半句，尔等九族皆斩。王二，带盐去太医寺验毒，故即刻面圣。都愣着干什么？排队领包子。林大人，奴婢不敢。这是太子殿下的命令，也是司子殿下的心意。你们想抗旨？太鲜了，奴婢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好吃。林大人真是活菩萨。新任务：制作100分完美神级红烧肉，奖励特殊抽奖8大菜系大师级。短期任务：1周内100人好评神级红烧肉，奖励10连抽加特殊厨具。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系统10连抽。丁，获得大唐卫生防疫指南，获得神级食谱，神级叫花鸡，获得开水桌白菜。灵丘蝈蝈，长安东吴邸皆是皇子们千里寻来，李二卓许奢靡，只因孙思邈断言，自儿活不过及笄。户部全是饭桶，北方大旱，流民四起，国库空虚，他们只会哭穷。陛下，太子殿下求见。不见，让他回去读书，玩物丧志。父皇，儿臣有天大喜事，足以救国库，救万民。父皇请看，这是京郊毒盐矿提炼出的食盐，无毒可食。这真是毒盐石所化。太医署已验毒，纯度远超贡盐，儿臣也亲自尝过。此术绝非凡人所有，你从哪位隐士高人处得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您昨夜封商赏的厨子林丘，那个做红烧肉的小杂役。父皇，他献出定国秘术，不求高官厚禄，只愿让更多人吃到他做的美食。只为让人吃得开心，此事列为绝密，只许你我于死士知晓。林丘职位不动，继续伺候次子。木秀于林，封闭摧之。朕派人查他根地，赏黄金100两，丝绸100匹。你答应他的条件，朕准了。儿臣只为替父皇分忧。大蝈蝈，泥巴，好多泥巴。对，思子真棒，用黄泥裹起来烤才是叫花鸡，自己做的吃起来才最香。放肆！你们这群寒地洞让公主玩泥巴，若染风寒，本宫诛你们9族！皇姐，四子好想你。我们不是玩泥巴，是跟灵丘蝈蝈学做午餐。泥巴裹鸡丢火里也叫做饭，分明糟蹋粮食。你是何人，竟敢蛊惑本宫皇妹？微臣林丘，陛下亲封上食局奉御，专司晋阳公主饮食。此乃古法烹饪，名为荷叶鸡。若不好吃或伤了公主，殿下竟敢砍微臣的头。皇姐别凶大哥哥，他做的饭超好吃，孙爷爷都说能治病，太子哥哥还跟我抢饭吃。好，本宫就信你一次，若不堪入口，定斩不饶。火候到了。荷叶解腻，肉质鲜嫩，人间绝味。殿下，请品尝，这可是四子亲手做，是妹妹的一片心意。太好吃了，本宫从未吃过如此美味。我就说大蝈蝈超厉害。丁，长乐公主亲和兰陵公主顶级好评，解锁皂角制作工艺，大师级画糖人，白砂糖提炼法。对付小孩子，一根糖子就够了。四子，想吃甜食吗？要，四子要吃甜的。公主们，每人许一个形状，你们说得出，我就画得出。我想要天上软软的白云，我想要《论语》诗经的样子。蝴蝶，四子要会飞的蝴蝶。本宫喜欢马，驰骋草原无拘无束的烈马。好，云舒蝴蝶马，诸位且看好。这比书画还要美。巧夺天工，该入珍宝阁收藏。好吃，好甜呀！长姐快吃。殿下，不好了！皇后娘娘突然病重，孙神医正在赶来。母后，孙道长调理下病情本应稳定，除非这病是人为。昨夜我做的面，皇后还右口大开，我必背黑锅。敢在李二眼皮子底下害皇后，我必须去立正殿。怪哉，邪气堵心窍，真实无效，再迟恐回天乏术。母后，这不是气急，
是密闭烧炭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加缺氧，再不通风，皇后必死。殿下口谕，立刻全开门窗，通风换气。狂徒胡言！皇后畏风如虎，开窗就是谋害皇后。林秋，退下，母后受不得风。现在不开窗，皇后马上就死，我们全都要陪葬。得罪了。这窗户怎么被打开了？完了，风邪入体，你是大唐罪人。脉象稳住了，热毒散了，皇后性命保住了。太医大人，现在谁在谋害皇后？谁不懂医术？老道行医一生，竟不如这位小鱼通透。哪个混账把窗户都打开了？你们不知道皇后受不得风吗？都想被诛九族不成？陛下，让您担忧了。观音密，你醒了，吓死朕了。朕还以为……陛下，全靠林秋小友力排众议，开窗通气，引清气散邪气，才救回皇后娘娘。哦，林秋，但这大冬天开窗真的无碍。陛下，娘娘并非单纯气急发作，而是中了火毒。林秋，你救皇后献言术，功在社稷，金银俗物不配赏你，朕记你大功，非谋逆大罪绝不罚你。具体赏赐，朕再斟酌。陛下既然没想好，不如先欠着，说不定微臣日后还有利国利民之举。有趣，从未有人敢让朕欠人情，朕答应你。陛下，林秋身世清白，与佛道外族皆无牵络，此前只是御膳房杂役。无论他是藏拙还是谪仙，只要忠于大唐，心系百姓，哪怕是魑魅魍魉，朕也容他。烧了卷宗，撤去8成暗卫，旷言之事列为国之重点。林大人，下官有眼无珠，多谢大人救皇后娘娘。王太医言重，术业有专攻，您也是一心为娘娘。小友清气毒之论，老道琢磨再三，远超医术阴阳五行，不知小友师曾何处？道长，小子闲来随手写就一本防疫小书，赠与道长，或可济世救人。高温消毒，水源煮沸，蚊虫断疫，此乃医家神书。老道吃火100年，今日方知医道浩渺，请受老刀一拜。道长折杀小子了，老道定将此书遍传天下，不负小友人心。林秋，好兄弟，今日若不是你，孤不敢想，恩情孤记一辈子。今晚东宫设宴，不醉不归。多谢林大人救命之恩，昔日立志眼拙，多有得罪，还望海涵。宴席不必，殿下真要谢我，便赐我一块地，我还殿下一个天大惊喜。殿下，微臣不要金银赏赐，只求借东宫一块地。丽亭殿侧偏殿有温泉，四季如春，可是真的。原来你惦记温泉，姑准了。这黄疙瘩是何物？你要种花草，姑直接命花匠。此物名土豆，最重要的是它蒙产可达1000斤以上。你说什么？蒙产1000斤？大唐良田粟米不过300-400斤，真有此物，大唐再无饥荒。殿下若不信，微臣做给您吃，借殿下小厨房一用。准了，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青雀哥哥说父皇家宴太难吃，我们来蹭饭啦！皇兄，父皇庆贺母后脱险，居然让我们吃忆苦思甜宴，白粥硬鹿肉没法吃。听说这儿有美食，我带4子投奔你了。什么味道？你是何人，竟敢碰我妹妹？青雀，她就是救母后的林秋。原来是恩公，请受本王一礼。皇兄，本王替你试毒。软烂脱骨，入口即化，香冲天灵盖。软母鲨，这是什么生物？比御膳还好吃100倍。青雀，味道如何？一般般，牛肉太烂，黄疙瘩没味道。好你个死青雀，嘴上说一般，下手比谁都快。林秋，这土豆真的毛产1000斤？哎呀，四子够不到呀！太子哥哥、青雀哥哥坏，思思也要吃肉肉。四子殿下专属凤玉怎会忘你？土豆牛肉配白米饭才是人间至味。好吃，太好吃了！四子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饭。四子啊，你体弱及时，哥哥替你吃。混账，连妹妹的饭都抢，你还要脸吗？四子慢慢吃，吃不完给哥哥，哥哥帮你珍惜粮食。两位殿下，我不只做1碗。好兄弟，靠谱，姑重赏你。皇兄，这盆土豆牛肉和米饭，臣弟替你笑纳了。李青雀，你给姑留一口啊！丁，收到魏王李泰顶级好评，触发特殊人物奖励，获得消食制冰法加大消食矿脉图。制冰，大唐夏天冰块是奢侈品，冰镇酸梅汤、冰镇西瓜1本万利。可惜现在是冬天。系统抽奖。丁，获得神级食谱铜锅羊肉。林青，这么急着走，不陪姑再饮几杯？殿下，我性取向正常。胡说什么？过来陪姑坐会儿。姑压力太大，父皇是天可汗，千古一帝，姑是储君，一步错万劫不复。姑想做明君，想让百姓吃饱饭。你说的土豆真能亩产1000斤？不是哄姑开心？若真如此，大唐再无恶殍，区土豆算什么？日后我再献更多齐粮，您功绩必超父皇。超越父皇？可冬天土豆会被冻死，要逆天时而种，必须建暖房。有了，殿下，我们用琉璃做瓦，
搭建琉璃暖棚，透光保温，冬天也能种土豆。琉璃盖棚？你疯了！琉璃比金银还贵，父皇库房不过几十件，佛家七宝之首，你拿来盖种地的棚子，丧心病狂！殿下，你想多了，我要的不是父皇司库琉璃，琉璃就是玻璃，不过是沙子高温烧出来的。域外胡商靠这技术狂赚大唐钱财，我们自己烧，要多少有多少。沙子，你真是御膳房杂役。太子，给句准话，明天想不想跟我烧玻璃，种千金祥瑞？想，我做梦都想。想就滚去睡，明早多带人手去城外找姚口。不信，必给大唐带来奇迹。出来吧，臣在。朕交代的事如何？回陛下，官员已通透，京郊毒盐矿借商行名义尽数收购，3日内归国库。好，5姓期末哭穷藏粮，把持严军军械，等毒盐变保，朕让们连本带利吐出来。这大唐是朕的大唐。还有事？陛下，探子密报，林丘城有齐粮土豆，亩产1000斤，2人欲冬日建暖棚种植。多少？亩产1000斤？荒谬！良田粟米不过300厘，隆冬怎可种粮？二人还将土豆做成菜肴。太子魏王险些抢食，大打出手。林丘之前献言术救皇后，渐渐化腐朽为神奇。万一这是真的？传朕口谕，此事列为绝密。太子林丘要什么给什么，除谋逆外，一概不问。他们一举一动，尤其是土豆种植，每日一报，查清夜宴全部细节。诺。陛下，夜深了。王德，若真有亩产1000斤之粮，天下会如何？陛下，那是万家生佛，贞观大旱，老奴全家饿死才入宫为患。若有此粮，天再无理由，老奴何患？朕很期待那小子给朕的大唐带来这场祥瑞奇迹。太子蝈蝈、青雀蝈蝈好烦，侄子还要睡觉觉。青雀，这灌肠包滋味一般，不合你口味。皇兄，你哈喇子快流地上了，拿我昨天的套路忽悠我。四子殿下先喝粥暖胃，慢慢吃，没人抢。谢谢林丘蝈蝈。我是四子专属凤鱼，不是你们私厨，想吃自己拿。长安第一美味，林凤鱼神技。长兄，孔融让梨懂不懂？太子殿下，别闹，聊正事。啥事儿？烧琉璃的窑口找好了。南山脚下废弃老砖窑，长孙家产业。你们去郊外瑶山干啥？带我一个。有好事怎忘你？皇兄，我错了，我王府有事，我不去。晚了，刚刚抢早膳的账一起算。放开我！太子蝈蝈、青雀蝈蝈、林丘蝈蝈，四子也想出宫玩。去，必须去！我把孙道长也绑去。先送孙道长确认，再送皇后娘娘。此汤最适合气急出狱。是。贞观9年，盛唐尚未到来，灾荒之地不敢想象，必须普及更多农作物。好甜呀！谢谢林丘蝈蝈。妙啊，入口即化，比生梨好吃100倍。这糖清甜透亮，饴糖酸实放杂，你这冰糖又是悟道新物。殿下到了，微臣长孙冲参见太子殿下。表哥何必亲自迎接？外臣触碰公主，竟无怪罪，此子何等圣眷！林凤玉久仰，家父叮嘱，窑口人手物资任凭调调，缺什么尽管说。承前，此事绝密，不想邀功灭口，就让魏帅接管。林凤云多虑，他们是死契家奴，事后我处理便是。孤为祥瑞而来，不可造杀孽。表哥，带人撤走。运筛选砂石、草木灰，3份灰1份沙，杂碎混合。这堆烂沙子真能变琉璃？殿下拭目以待。点火，除料。这真的是琉璃？西域贡品与之相匹，如同米汤，不可思议，神迹啊！还有杂质泛绿，比例还得调。你管这叫不纯净？这能换万担稻米？让开，本王要亲自研究。开饭啦！大家都有份儿，随便吃。这红烧肉也太好吃了，不输土豆炖牛肉。太美了，这哪里是暖棚，这是天宫，好暖和，外面寒冬，里面如春。这是仙门巨阳阵，这叫温室效应，阳光易进难出，地热加持，变成4季宝地。每块流芽眼，切口蘸草木灰防腐，方可种植。逆子，真用琉璃盖房种地，朕省吃俭用赈灾，你们却如此败家，朕要打断他们腿！陛下，这是林凤温判定的废料，要销毁回炉。这是废料，在湖上可是能卖上万贯，扔掉，暴殄天物。这是国库，是粮食罢了，能种出神粮，金銮殿朕也拆。但那些废料别砸，你悄悄卖给湖商氏世家换粮，这叫废物利用。遵命。林丘，再做土豆炖牛肉或者红烧肉叫花鸡。土豆是重粮，今晚吃涮羊肉。蝈蝈，涮是什么吃法呀？行了，教你们涮羊肉。七上八下。青雀，你烫肉手艺不错。大哥，你还要脸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无耻！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太子。后新娘，
解腻绝配。你喝的是什么？冰镇啤酒配火锅一绝。李承前、李泰竟敢躲在这里吃独食！听说你们用琉璃盖宫殿胡闹，父皇都舍不得用的宝贝。皇兄，冬日种粮违背天时，亩产千斤绝无可能。加羊肉，皇姐先消气，吃点涮羊肉。好喝，好承前并非糊涂，父皇也未阻止。莫非这是父皇对楚军的考验？死青雀，少吃点儿，给本宫留着。皇姐竟也叛变，匡扶皇兄重任，只能由我承担。皇兄放浪形骸，乃文人所不齿。来，张嘴。皇兄，我要劝谏。这竟比宫宴羊肉好吃100倍。哥弟，尝尝这新酒。父皇不许我等饮酒，我这年纪早喝了，你敢看不起本王？好爽！再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遵命。凤玉，孙神仙在外等候，有要事找你。孙道长，承前，这灵丘不似凡间浊物，洒脱超尘。皇姐看人很准，她待我们如朋友兄妹，无半分皇权敬畏。姑就喜欢这个。大哥说谁饭桶？林丘是本王朋友，我都想拜他为师。皇兄，我有话说，哥弟酒杯空了，快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本王。我要跟皇兄辩论什么来着？算了，清晨哥，今夜来意是这烈酒清葱之法，流民伤兵伤口溃烂发热高烧而死，盐水火烫均无用。书中说烈酒可杀肉眼不可见微腕，可长安最烈之酒也无法燃烧。世间真有燃之即着的烈酒，能救伤兵？孙道长，当然有，而且我现在就能给您做出来。大唐最烈之酒，仅20度左右，提纯后才是真正清创神物。酒与水沸点不同，此法为蒸沥提纯，是酿酒基础小技。道长，眼见为实。真的燃了，烈如火焰，燃之即着。防疫指南所言全是真的。道长，您闻。至极霸道，痛、凉、静，此物可杀邪毒，能救万千伤兵。此为酒精，只可外用清创，万不可内食，会灼伤人命。林小友，你献神迹救大唐子民，此乃圣人之道，大善无疆。道长快起，使不得。叮！恭喜宿主制作92分酒精，获孙思邈特级好评。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真酒术，含人体经络全图。恭喜获得神级药膳大全。酒也算美食，系统你是真会算。不愧行，土豆不愧行，嘿嘿，全是土豆，吃不完。给我，我是姐姐。皇姐羞羞。希望我的蝴蝶效应能让大唐悲剧少演几出。太子节俭纯粮，琉璃寸举千金，他绝无财力建造，此事是局。流言一夜传遍长安，分明是有人重伤太子，动摇国本。铁证在前，方流民一死而食。陛下建功用3成，太子却奢靡造殿。走，偏上项上顽头今日死谏，严惩太子。皇为2位大人求见，称有社稷急事。宣，陛下，大唐危矣，太子造琉璃宫殿，奢靡亡国。陛下，国库空虚，琉璃宫殿造价抵半年赋税，钱来源不明，请彻查。众人皆醉朕独醒，魏征你骂越狠，待会儿脸越疼。沙子烧的琉璃，成本还没朕玉碗贵。混账！李承前逆子，节俭爱民都读到狗肚子里了，气煞朕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朕与你们微服私访，去看看那水晶宫殿，此事必有蹊跷。好，老夫当面质问太子。魏征啊魏征，待会儿碰碎几块千金琉璃，看你吓不晕！朕迫不及待了。李忠，备马，摆驾太老宫偏殿。真的，竟是真琉璃宫殿，1块琉璃瓦千金，上千块，这是要掏空大唐赋税。哎呦！陛下刚才是故意推的魏征。林丘蝈蝈，这是什么好香呀？这叫豆腐脑，是你们的早膳。本宫知道，汉朝刘安的豆花，书上说酸涩难吃。殿下博学，我这是石膏改良版。关键来了，你们吃甜的还是咸的？甜的。顺着边吸溜，别搅碎。好吃，像天上的云朵。林丘蝈蝈，外面中猛了。林凤玉，今日吃什么？神级改良豆腐脑，甜咸自选。本王吃甜的。妙，这甜美太上头。小孩子才吃甜，爷们要吃咸的，痛快。这才是人间绝味。参见陛下。父皇，无需多礼。父皇，这是什么？竟如此好吃！父皇尝咸的，父皇尝甜的。两位殿下，京都大灾，百姓流离，琉璃抵国库全年赋税，老臣都要变卖祖产以死谢罪，你们竟还争甜咸？哎，刚才卫青激动狡猾，撞碎了墙根10几块琉璃，正心疼呢。啊，那些残废品，
次品。魏伯伯，林秋说了，琉璃就是沙子加石粉烧的，要多少有多少。陛下，您故意羞杀老臣呐！魏大人，这就是我们要种的祥瑞土豆。好的，这就是土豆，饱腹又美味。陛下，臣错怪主君臣昏昧，请琉璃土豆之事，出此门谨言半句，违者诛九族。可是皇后病情反复，陛下大喜，娘娘高热沉退，已然苏孙道长说邪毒已清，可安然过冬。多亏林凤仪的冰糖雪梨润肺止咳，怕助娘娘转危为安。此话当真？好，摆驾回立正殿。观音嫂，你终于醒了，吓死寡人了。陛下，母后，这是祥瑞董熟豆。林凤君说母超梦高千金。程前、青湖，你们脸怎么圆了一圈？完了，泄密了！母后，荷叶鸡超香，青雀哥哥一人吃3只大鸡腿。哦，抢着吃。母后，是大哥，荷叶都是太子荷花池采的。青雀你，看来要让老人们重叫你们公归。林凤仪舅姑，娘娘，殿下们是为给四子补身子，并非贪嘴。你就是林凤玉，这几日辛苦你了。娘娘大病初愈，微臣去为您煮养胃药膳粥，微臣告退。叛徒，你跑了，我们怎么办？娘娘，粥来了。这是何物？带黑透，分明腐坏剧毒。观音帝出狱，你竟敢如此！无毒，林小友，又是你的奇物。陛下放心，此为松花蛋，鸭蛋腌制而成，去火开胃利咽喉，最适娘娘食用。微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可先试毒。母后，本王来试毒。我信林凤玉。香，真香，异香满口，越嚼越鲜。能吃就是福。娘娘脾胃初愈，一碗足矣，不可贪多。林秋，你立救命民生不世之功，朕必重赏。微臣不求高官厚禄，只求陛下赏赐长安附近一片荒地，用于土豆育种，琉璃蜂窝煤酿酒，不扰宫廷造福。好觉悟，朕成全你。城西皇家林院闲置，可赐林凤玉。准。特封林秋为新丰县男，食邑300户，受检校司农少卿打理西山猎场，听调不听宣，不必上朝。长安城西30里西山猎场，背靠终南山，万亩林木溪流，今日齐全归你。独立王国，美食基地，在皇帝一笔，微臣谢恩，陛下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县男，你来了。臣林秋特来拜谢娘娘恩典。皮蛋洗好，只是内肚吃紧，鸡鸭都被2树子糟蹋光了。微臣愿将松花蛋秘方奉上，娘娘推广，可充盈内肚，百姓也多一生计。你懂事，去看看四子吧，他为你要离开哭红了眼。微臣告退。林秋哥哥，你要走了，四子舍不得。别哭，你去找太子哥哥和青雀哥哥，说要去西山玩好吃的，他们一定带你偷溜出宫。四子记住了。还是你主意好，我和大哥借巡猎跑出来了。姑要在这建马场，谁也别管我。林秋蝈蝈说的，你没说不能告诉太子蝈蝈。被李二夫妇知道我就完了。这地方离我魏王府差远了，荒才好。白纸一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起站，皇家禁地，闲杂人等不得擅入。放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殿下别急，这些人不是乞丐，是为大唐流过血的残族老兵。卸车，架锅，生火。好了，开锅。老哥，天冷，先吃口热的，吃饱再谈领地。大家都吃，今天管够。此地改名新县庄，你们一个都不用走，我雇你们，管吃管住，发工钱。您真愿用我们这些废人？君子一言，拿图纸找木匠造农具。恩公，吾等愿为您效死，愿为林县男效死。俺乃卢国公之子程楚墨，肉香在哪儿？盛一碗来。新平县男不就是个厨子，还养一群老弱病残看门狗？撒手！恩公莫慌，老汉当年是李靖亲卫统领。太子殿下，救俺！放开他吧，这货就是憨货，人不坏。你就是林秋，细皮嫩肉，俺跟你比剑，赢了俺才服你。可惜没中头。攻来！程楚墨，看好了。老爹是不是骗俺？这剑术，这货能是厨子？这就是曲园梨神物呀！青雀联系工部雇木匠，你们把梨造出来，把荒地变良田。林哥放心，不然俺脑袋给你当抽屉。滚去摇人，别整歪瓜裂枣。我进山勘测地形。姑快憋疯了，姑要鲜衣怒马射交。青雀私自留下，程前跟我进山，全听我指挥。你真是神仙下凡吧？比父皇麾下将军还变态。保陛下，严加雕虫小技，前面有好东西，继续走。五虎狼兴起，但这威压里面有不得了的大家伙。下马不行，能惊退战马的绝非凡物。
慢慢退，这是石铁兽。殿下，他多可爱憨厚，咱们把他全家抓给自子玩。你疯了！他一巴掌就能拍碎你脑袋，给5岁公主当宠物。李忠，你确定这是生死虎豹的石铁兽？他会妖术。以后跟我混，嫩笋管饱。凶兽来袭，都别慌，这是大熊猫，我镇山神兽，性格温顺。哇，好大的猫猫！四子，危险！咯，好痒！你一团一团，以后叫你团子。今晚办野味宴。你的任务最重要，看好团子，别让它捣乱，保证完成。为何冷水下锅？热水锁血沫，汤浑难喝，冷水慢热，杂质全逼出。团子不许过去。3重口感，层次拉满。大家开吃！本王馋死了！遇见你之前，本王15年都在乱吃。人人有份，土豆炖牛肉也管够。马嘴蛋香疯了，红伞伞白伞伞，吃完一起糖板板。这鲜，御膳房根本没法比。该让母后尝尝，不知父皇今日吃的可好？好盒子，还我勺子。人生在世，夫复何求？可惜行宫若能修缮，四子也能舒服些。四子不冷，团子暖和。行宫不仅能修，还能比原来更好更快。我有糯米灰浆，更牢更连更快，只是缺人手。程楚墨明日一早必到，不行便召流民以工代赈。那是徭役，会逼跳流民，父皇会砍了我们。吃饱别歇，跟我去取样东西，明日多搬此时，越多越好。林哥，俺带人来了。楚墨说饭菜赛御膳，这地儿咋破成这样？想吃饭先干活，有肉吃，不干便回长安。小县赏口气不小，参见太子殿下。林秋之言，见是姑之意。什么？本王还没睡饱。林秋蝈蝈，今早吃什么呀？早膳吃清汤面，管够。好耶！再来一碗。一堆烂泥也能盖房，不如我家后花园泥。等1个时辰便知。砸坏别心疼，看俺表现。这不可能，比铁还硬。这哪是厨子，是墨家巨子，立刻密报陛下。别啃，那是大鹏的毛竹。四子殿下管管你家怪兽。娘来大黑熊，护驾！太子快走！团子，不许捣乱！凶兽在公主面前像乖猫。林秋，成了，本王做出来了！牛赖，青史留名。走，试验。孤同去。皇帝太硬，要不要换地？你做的是青史留名的大事。俺来，一人顶牛。起！太顺滑了。殿下快！玻璃烧顺势转弯。转过来了，1炷香不到，1亩地翻整齐整。神物啊！直罗牛拉日更3、4亩，这罗一人即可。青雀，这次姑不如你，都是林秋主意。你早吃透原理，指导分毫必现。1000年后，取原理必在你青史。凉。开饭，油泼辣子面，爽，辣的通体舒畅。别抢，没糖蒜没灵魂。过瘾，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爽的面。好香，肚肚暖暖的。陛下，水泥取原离皆是骗局，祥瑞闹剧，林秋蒙蔽太子魏王，臣愿先查，敢劳民伤财，老臣撞死柱上。准，翻遍西山也无妨。西山招供，管饭有肉汤，多劳多得，干够给粥，给馒头，给羊杂汤，不白吃。谢恩公。下脚料，贵族弃之喂狗，无腥膻，鲜辣葱姜鸭味，内脏肥美，寒气尽消，好汤。大菜，妖言，老夫拆穿你！变废为宝，救吉民，点泥成石，筑坚城。陛下捡宝了，这哪是厨子，是妖孽。白净细皮，探子，老贼，敢偷祥瑞，放肆，有辱斯文。探子，谁派了你啊？殿下，抓到老探子。魏大人，松绑，快！殿下，他偷徒命令你松绑。一个庶子，一个莽夫。莽夫？夸呢？驱辽民修行宫，成人之威，不怕积怨。恩公，俺凭力气吃饭，踏实，不被当狗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给的是饭，而是气气儿。他们练出力气手艺，是大唐工匠。一席话胜读10年书，老夫狭隘了。剩下汤倒掉可惜，陛下上检，不知。苏嬷嬷，庄罐，您趁这眼带回去。明日早朝，必见林秋大才。陛下，这是水泥铺路，点泥成石。林秋到底搞出多少名堂？好烫，真香！别抢，我的。林秋蝈蝈，四子要肉肉，好吃，还要。你们俩皇子自己烫。嘿嘿，特猫的，你切得太细。好了，说正事。青雀，炉子复刻的真绝，回烟密封，无烟火旺。本王亲自监工1号炉。啊，我的肉呢？
哪个不长眼？陛下，父皇，爸爸，父皇，您怎么来了？朕为灾情夜不能寐，为争生死未卜，你们在这吃羊肉。父皇息怒。嫩，刀工好，就是酱淡了点。您不是来问罪的吗？门口路是什么？配刀崩口只留白印。水泥、砂石、石灰烧制，比糯米三合土连压100倍，坚固10倍。铺路可铁骑日行千里，筑城可坚不可破，河堤可永绝水患。秦直道长城突厥磕破头也进不来，配方竟传流民，不妥，需朝廷掌控。臣只要西山能用尽。这是什么？煤炭无毒，蜂窝煤加烟囱，林丘设计，儿臣监造，毒烟全排室外。烧的酒便宜，流民也用的七山有煤，以工代救，挖煤制球，取暖加活路加稳民生，一举多得。雪灾冻死无数，此二物是安邦国策。青雀，你长大了出息了。木匠非建业，曲源炉利国利民，比诗文强万倍。儿臣记住了。林秋，你给朕的惊喜太多了。李忠，把铜锅羊肉、烟囱炉子全扛走。力争电冷，观音魔怕冷，给皇后取暖涮肉。我们还没吃饱，明日送1万蜂窝煤进宫，曲源离拉去早朝。父皇这是来抄家的吧？看朕带了什么？竟无烟火气，浑身都暖了。林秋那小子弄的，城前轻报跟着他，懂事多了。青豹还造了农具，是大功。明日早朝御史必喷，朕就用蜂窝煤加曲源能堵死他们的嘴。朕的人不是废物。臣奏。太子魏王西山大兴土木，招揽流民当苦力，劳民伤财。林秋一介厨子，蛊惑皇子屈尊建业，奸佞祸国。跳吧，越欢衰越惨。这老倔驴怎么不骂？臣有本，弹劾诸位同僚，闭目舌听，一派胡言。魏大人您疯了！老匹夫不骂人，太阳西边出。林秋以工代战，授人以渔，不识嗔来之时，保百姓尊严。化羊杂碎为救命汤，变废为宝，活人无数。这是千古人证，尔等竟诬为暴敬，荒谬！魏王殿下觐见。此为曲源离，职员改曲源加离盘，单牛可拉，原地掉头，效率快3倍，深耕细作。还有此物，蜂窝煤加烟囱，无毒极暖廉价，百姓用得起，雪灾不冻死人。你们口中的厨子建业暴政，现水泥曲源离蜂窝煤以工代祭祀宝，利国利民，强军安邦。谁再敢喷？先问问这炉子，问问这梨，问问天下流民答不答应？丁，91分神级小米粥，暖到骨子里了。县男，外头来个俊和尚，盯着粥锅发呆。阿弥陀佛，贫僧玄奘见过施主。唐僧，不会有雷公嘴猴子吧？寺庙施粥免费，灾民却愿来西山卖苦力，贫僧不解，特来求解惑。先暖身，再论道。阿弥陀佛，佛门施舍，灾民跪着吃，心是乞丐。西山施德，他们流汗换饭，脊梁挺直。佛度人，我让他们自度。施主一言破纸，大慈悲大智慧，贫僧受教。抓贼呀！怪台，天生神力，猛将坯子。俺没偷，是俺搬砖挣的，给俺娘。喝了，我给你工钱买肉酵母。俺江州龙门人，俺叫薛立，字仁贵。薛仁贵，3剑定天海那位军神，你搁这儿当恶狼？恩公，我吃饱了，就是饿得快，对不起。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一碗粥顶屁用？要卖命就先吃饱，我给你开小灶。太好吃了！林哥，俺听你的，忘了给俺娘带馒头。早让人送粥去了。老施主，贫僧要出力换饭，劈柴、挑水、搬石都行，免费苦力，当驴用。给大师斧子，劈柴。打野猪，晚上让林秋烧肉。哪儿来野小子？薛礼先翻200骑，小屁孩接俺3招，赢了分你肉。一招，狂妄！起！宝林打滑，我来。大唐将门虎子，就这，连8岁娃都打不过，还灭匈奴高丽。从今天起，薛仁贵当你们教头，练不过孩子没饭吃，听林县男安排。训练是搬砖、扛木、扛水泥。薛教头在。他扛多少，你们扛多少，跑多快，你们跑多快。苦力！诸位，跟俺来！干，不能输小孩。陛下让我取水泥去原离之法。水泥烧制法，取原离图早备好。传世秘方，你竟轻易交出！欺负万民，藏着是废纸，推广才是奸臣良田。林县男胸襟如海，老夫待天下苍生，谢过大义。俺薛立这辈子跟定恩公。俺宁愿战突厥。那我去做菜了。此乃何物？西域奇果，西红柿，酸甜开胃。
妙，太妙！丁，薛仁龟顶级好评，高产抗寒棉花种子乘200斤。丁，段驴顶级好评，初级冷兵器锻造图谱。棉花花，战略物资，打破门阀皮毛垄断，冻死百姓的时代结束了。县南出大事了！怎么了？物资全断供，矿主木材商宁赔违约金也不卖，是5姓期望联手封杀，谁敢跟我们做，就别在关中混！砸碎，抄家伙砸了他们！算孤一个！这群蛀虫，宝林，赶走！站住！带兵砸店，正好落圈套。御史明天就参太子跋扈，勋贵行凶，封死西山，正是他们想要玩阴的。我教他们什么叫降维打击加信息轰炸，这叫货字印刷术。谣言，半天我让它变成全城笑话。单字排版，印完可拆重用。寒门学子，人人有书读，佛祖显灵，无上功德。你印的是苍生智慧。印1万份，辟谣蜂窝态，曝光世家囤货害民。这是棉花，成本极低，保暖碾压皮球丝绸。普及后，百姓动不动，世家布帛垄断彻底崩塌。姑怎么做？你负责种棉花，大事。本王呢？少吃点。91分，神级宫保鸡丁。没时来时，下午干啥？吃饭。太好吃了，层次炸裂！世家蒜皮，俺啃石头也干。吃饱了吗？吃饱了。薛教头带护卫队全城贴满日出豹子，让他们见识西山降维打击。诺。西山辟谣日报，快看，蜂窝煤无毒，加烟囱吉安。世家为闷贪暴力，造谣害民，想让百姓冻死，汉上黑心，找他们算账。绝非手抄，是印出来的。半日万份，雕版绝不可能。是货字印刷，胶泥单字排版可反复用，成本不及1%。天降神器，寒门有书读，世家垄断学问终结。封锁西山，护货字，护林秋与次子。儿戏，怕后干。看好。这用来攻城夜袭无敌，每天10遍，掉下来晚饭减半。彩虹飞啦！母后，此乃何物？死灶水，可吹泡，强去污，比枣豆强万倍，造价猪油草木灰几文钱。金山暴利，成了！世家铺子被砸，矿主木材商跪求送货，干得漂亮！皇后在此，今晚全席神级料理敞开吃，全神级料理复刻。今晚4柱流水席，不分尊卑，肉管够，饭管饱，开饭！荷叶鸡喊的，番茄炒蛋开胃，宫保鸡丁滑嫩回甘，人间烟火扫尽疲惫。母后好厉害！本宫要你2样东西：肥皂、松花皮蛋。皇室内堂出资出力平事，你拿1成立。微臣遵命，谢娘娘厚爱。西山细作已清，往后干净。请示玫瑰香皂，比细雨早做强100倍，爱不释手。本宫专属公放出品。宫外可卖，妾身要买。月产仅500皂千皮蛋，玫瑰香皂10罐1块，皮蛋1元10枚，定100块。150块，谢银。拿捏。和尚免费发万千经书，朱雀大街全是。货字印刷，非手抄非雕版，佛门广布天下，道门无立足之地。是林丘的货字，玄奘先用了。喂马，晚了信徒全没。林丘，俺儿是杀敌的，不是泥坑当王八过家家。薛教头，演示。东城闲灯，密林夜袭，神迹。这辈子没这么爽！林县男救命，给道门印经留活路。道家顺应天道，吃肉无妨。人间爵位，仙善。林县男求货字印经，道门院县田产重金。我不要钱地，你们炼丹炉温顶尖，帮我烧透明琉璃，磨掏动静，成了，货字白给，再送你引天火法器，引太阳真火，炼丹大成，即刻召集全长安炼丹师。程咬金顶级好评，尉迟恭顶级好评，获得初级高炉炼铁加炒钢灌钢法图纸，获得关中隐秘铁矿繁电图。钢铁、工业脊梁、凝聚兵器、水利机械，全成了。我能让西山图人手一把百炼钢刀。胡言！好钢贵如黄金，大唐无此例。我赌10天，用生铁炼出钢刀，一刀斩断你此刀。赌10日后来关刀，输了我给你调老兵护卫。我输了，西山所有技术左武卫终生免费。
谈林丘谋逆断盟脉，逼陛下流放岭南，西山一切归我等。夫人提走1万贯加3大车蜀锦，干什么？皇后玫瑰香皂，限量100块加皮蛋，预购定金1万贯，世家贵妇定金，卢氏8000贯，王氏6000贯，全买香皂皮蛋。哈哈哈哈哈！前朝卡镇赈灾小钱，后院送朕金山银山。林丘旷世奇才，世家卡坝等言玻璃一出，掏空你们腰底。大师，我因辟谣日报，你缝里全塞心经，百姓读报兼悟佛，两全其美，大善。大师执迷数量落入魔障，真佛在人心，去民间去天竺求大道。施主当头棒喝，贫僧去也。撤佛版，印防疫指南，母猪还礼，成了。水利水军末，都打去！大唐工业化曙光，你是功臣。货自神器，寒门有书，文道复兴。林献南乃大唐圣人，经世大作。母猪产后护理，人工顺产。林丘小儿有辱斯文，今日拼老命处你。误会，那是废稿。母猪护理是民生。儿子快看，比父皇发火好看。林丘蝈蝈快跑，伯伯慢点。孔孟之道能让母猪多生崽，百姓吃不饱，你讲礼义廉耻？老夫泥骨不化，别敲我头就行。印绌局归我，4书5经加10学农书，传遍天下。会打铁器炉，打菜刀锄头，能打明光铠，百炼断锤，军中最高铠，捡到宝，赌打铁稳了。钢铁房管事，最高待遇。谢贵人，不请贵。奇耻大辱！林丘毁我根基，我要火烧西山。不可，流民不华办，西山必有依仗。李世民盯着，一击不中，满盘皆输。今夜我乔装潜入，看他妖法，辽民必冻死。抓证据搞死林丘。不可能，比我书房还暖。烧什么？无烟俱热。贼子！崔氏家主刺杀皇子，造反！大雪来客即为客，松绑天晚。先吃热乎，吃饱谈生意。好汤，好羊肉。西山辽民住水泥房，烧蜂窝煤。你们端物资，我救百姓。水泥煤炭才是活人之宝。大势已去，崔家主选路。我崔氏输了，退出联盟，低价供料，求留生路。一家人合作，学人乖。再盛一碗，谈铁矿。真信他。假意退路，大势压他，不敢反。林丘是老怪物转世。青雀，我羊肉呢？世家囤粮抬价，吸百姓血，逼朕杀人。西山恐被困，太子殿下安危未知。西山水泥房不塌，蜂窝煤如春，崔镇被擒，一碗炮招倒戈，世家联盟灭了。传旨，雪花细盐不限量掏哨，价低粗盐5成，砸烂他们私库。敢顽抗，再出蜂窝煤下手。再涨盐炭价，让李世民知谁为尊。朝廷放盐，雪白细盐比粗盐便宜1半，无限量。不可能，这等制盐之法绝不可能。退钱！无盐谁要？盐亏不算，还有炭绝不降价。大人，快看，蜂窝煤2文烧整液，免费领5块。林丘，全是他。报仇！孩子们，拿雪球砸死胖子！反了，有辱斯文。肝火太旺，黄连降火。李泰，铲雪，不通路别吃饭。是。丁，好评结算，力量+1，魅力+2。丁，解锁神级酸辣土豆贴青椒肉丝。丁，获得青霉素土法提纯工艺。抗生素之王，伤兵救星，跨时代神药。原理炼丹炸炉，托我问方子。让他们来西山，人留下。此书比镜子重10000倍，青霉素杀感染细菌，烈酒只治标，此药从根救伤兵。活死人肉白骨，真玻璃膜掏棍镜，做显微镜，让你亲眼看见细菌。亲眼看见微虫。道长，请看。水里千万恶鬼，喝生水治病口溃烂瘟疫，全是他们！不许喝生水，必须煮沸，门前洗手，违者打断腿。这世界太疯狂，老道须还。好，城前身先士卒，林丘撒盐化雪，开路快10倍。公主当先生还带娃许账。陛下，
琉璃暖房，严冬长绿苗，真正祥瑞。传令，全城铲雪，朕亲自去西山接人。刚铲就盖，结冰硬如铁。人力不可为，陛下回城吧。不行，西山不能断。仙法，败家子，那是严世潜。独旷妄言，林哥说不能下金蛋，你撒的是金山。儿臣参见父皇。若非林丘，你们挖不出路。但你放下储君架子，与民共苦，城前有李家担当，做得好。儿臣遵命。银镜斑驳脱落，求县男指点。核心机密只传核心人。12弟子刘西山任凭差遣。师尊，为道门未来，听林县男调遣。神迹，道门大兴，魅力加3，果然更帅。林丘，饭呢？这怎么吃？痛快！打仗一辈子，头回这么爽。再添一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五姓期望垄断书籍人才，朝堂死局。林丘，你有破局之法。科举门槛高，书籍贵，活字印刷只是一。我们重定规则，推行10桑水利百工断载规则，之家强政算学，建西山学宫，培养实干人才，不靠诗词党政。实学好，实学就在西山建西山学宫。林丘，朕封你第1任大祭酒。啊，我随口吹的。仙家宝物炼成。妖孽！徐震魂魄，妖术！陛下息怒，这是玻璃镀银镜，格物之术，只正衣冠，非妖法。神迹，仙家手段。好小子，敢来尉迟宫，怎有兴趣入我军中？末将只愿追随林县男。此物能看千里，此物怎么造？制法无偿献朝廷，但我有一个要求。好胆魄，100个都应。要官钱，免死金牌。我不要封赏，只求陛下下天下招贤令，不论出身，士农工商，有一技之长者，皆可入西山学纲。我要网罗天下奇士，砸碎世家人才垄断。准，朕这就颁令。敢去偷窥公主江书不？去，送我。快吃，别烫，慢些。他们真的长大了，好香。色胚，隔这么远闻香皂。我是饿。生徒子敢偷窥本宫，孩子们搓雪球，打死他们！吃火锅，有啥涮啥。你建西山学宫是为大唐铸钢筋铁骨，孤做你后盾。我就是哪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骨血、为万世开天平那么夸张？薛礼愿为家臣，县男指哪儿，刀劈哪儿，干！请李纲坐镇，3朝元老谁敢不服？东宫克星，教一个废一个，杨勇、李建成，你全凉。但先忽悠来再说。刨除奇迹枉素，不屑为厨子陪衬，学宫旁门左道。人之初，此乃蒙学神作，活字印刷，教化天下，依旧舍本逐末。太师听好，西山一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读书人终极大道。林丘造孽啊！偷台词还偷得理直气壮，肯定被林丘带坏了。开炉，上水牌，炒缸。应作见10日，不及此炉一炷香。10日之约提前兑现，请拔刀。好，俺试试你斤两。天阳大唐有此神铁，磨刀对天下无敌，突厥铁骑待宰羔羊。俺认输。左武宗将校归你调遣，该和大唐铁业巨头好好聊聊了。这不是镜子，是敛财利刃。传旨，请5姓戚谋主入宫赏雪，送西山小玩意儿押金。仙境，可迈大唐第1仙境，底价1万贯，价高者得。家族现金流已断，眼眉全封，工钱都没了。可惜仙境1万贯起拍，买不买？疯了，不买！参上来！这说这买镜是不是卖命钱？陛下逼咱们投降服软。去东市时间铺3000部血魔良田地契，告诉夫人砸锅卖铁拿下镜子，向陛下认输。4万贯加10间旺铺。诸位别急，第2面5000贯起拍。我出6000贯， 5姓期望最后一口气抽干了。母后，半天赚的。老张头，一文不留，全投西山学宫，世家铺子全改西山专卖店，设助学金，
寒门子弟包吃包住发钱，好大气魄！陛下赠先生天团，本级阴人天团，下官帮你盘世家。大唐第一老阴人，商战完美工具人，收。给酒就交命都卖你。引述人瑞，战略级互分符，收。章法里规矩，铸成神将，墨家之友，全是宝贝。西山日报天下发榜，照诸子百家，农家、墨家、医家。大哥咋了？祥瑞多好。好个屁！光开花花不结果，连果地都没有。秋天要科瑞变天线，太子脸丢尽。林秋庶子，你笑什么？没什么，太子殿下，我就是想到了一件高兴的事情。林秋，你绝对在笑姑。真没有，我就是想到件高兴事儿。我夫人明天生孩子，你婚都没结，哪来夫人？你是不是有脑疾？慌什么？不是天谴，是没授粉。植物分雌雄，花粉要蹭到雌蕊才结果。叶外有蜂有虫，这里蜜蜂无虫，怎么结果？那姑带几百人手搓授粉。姑可是太子啊！买蜂放蛹茧，骗他们春天来了，顺便土豆吃根，受不受影响不大。姑这就去弄蜂，忘了说土豆根本不靠谱。四子，晋阳，快抱回去，请孙道长，他心脉弱，感冒能要命。风寒入体，四子底子太差，极易引发生命危险。汤药极苦，他喝不下。侄子不喝。药食同源，我做甜药。姜心不烈，汤温普中，发汗不伤胃，能喝，能喝。甜甜的，是神仙仙水。嘟嘟有小火炉，困不困？无碍了。青雀，过来。算我一个。我错了，别打脸，本王是魏王啊！哎呦，长孙臭说你毒辣，我以前还不信。再骂我刘西山本就是要救四子，逼大唐医学进步。我当初嫁长孙冲是不是错了？林秋蝈蝈，四子也想玩，我不冷了。嘟嘟有小火炉。再动要喝苦药哦。不过明天给你变个超级美景，比雪好看。香炸了！韭菜脆，鸡蛋绝，干3碗米饭，从未暖到心。临县男神仙手艺，本王沿途只错过饭，你不能负我。给你成千老铁头都留了。皇兄肯管杂事儿，本王不如他。他去处理一桩流民把世家子监禁那啥的案子。皇兄真，本王不如他远也。明天长安全城湿汤100口锅，红糖姜汤免费喝。高湿汤收心，挖世家根。告诉百姓，有手艺肯干活来西山包食宿发钱。你是太子，必须去露脸。我去，还得你这么黑。怕我贪？别搞砸，不然四子要哭成小花猫。系统，日常10连抽。丁10连抽结果：翡翠麻将大唐世界矿产地图。李二要是看见这地图，能打到南美洲去。丁神级食谱解锁。川菜来了。蝈蝈，惊喜呢？不许偷看。放。蝴蝶，冬天的蝴蝶。从未暖到脚。西山招工，管饱3顿有肉，月前2贯，孙神医免费看病分房，不去卢氏王氏来西山，我去，全家都去。落户要2、3月，人手不够。行，我等。陛下来了也一样，但我先做顿饭。能吃一炷香50份户籍就能吃，半碗省1块钱。太好吃了！以前吃的都是猪食，我马上办，300份都办。赏。县男吩咐，马上办，连夜办。林县男，我等也能用膳吧？请。爽，太过瘾。原来是硬扛，不是能吃辣。以后西山市一路绿灯。典魏楚，名策乱，匠人不分等，我来管。多收2成大将，截胡世家煤炭。哪来妖孽？你叫什么？元应国公武氏居侄女，武欲愿入西山，长庶务，为县男效死力。历史唯一女帝，才13、14岁，有胆色，跟我学做饭如何？师傅在上，授弟子一半。学先生经世致用，定国安邦之术，为先生扫平门阀，成就千秋大业。好家伙，14岁画饼比许敬任还猛。先把2筐土豆削皮切丝，细如发丝，切不完罚。真让我切土豆？我要安天下，不是当烧火丫头。这是折辱，我乃国公之女。看好，连刀都握不稳，谈什么掌天下？欲做大事，先做好小事。我切，先生，我错了。第一课，治大国若烹酒鲜，心浮气躁，连案板都掌不住，谈什么掌天下？是，弟子明白了。先锁在厨房最安全，免得这政治怪物搞事。哪来天仙烧火丫头？气度，绝非池中之物。这是我开山大弟子，应国公之女武玉，看好酸辣土豆丝。粗细不同，入味天差地别，原来细节定成败。你让14岁丫头管几万流民账目？
账目3大漏洞，口粮亏空300斤分日，食料以次充好，大额支出不明。老张头，带人押建明案罪，搜出卢氏案迹，斩首示众，10户连擒。这是活阎王！送京兆府禀公办，别乱杀。那是百奇司故意留的饵。师傅早已知晓。全西山眼线名单，去削3筐土豆，再搞人心操弄，加倍罚。师傅喜欢柔弱款。我成了！怎么凉飕飕？穿反了。比狐裘暖100倍，轻如无物。大唐士族再无冻死者，世家皮草生意完了。又要写密报，手快断了。玩物丧志，我都被踢断肋骨。我训：铁鞭铁锤匕首，不服就鞭，再不服锤，还不服杀。14岁，怪物。驯马靠狠不够，要靠根，这叫马地。脚有根，手解放，马上战射，骑兵战力翻3倍。这么简单？我是武将，不是超书艺啊。驯马第4样东西，彩灯，上马。师傅，气可御万物。理解过头了，再加1筐土豆。马上射箭无敌，大唐骑兵天下无双。又要写密报，手要废了。绿毛之精成了。看大恐怖，细菌。我不怕。这是细菌，夺命根源。死局了，苍生有救了，这是仙家神药，哈哈！疯了！活了！师傅，我再也不狂了。师傅，我怕虫子。涂完继续削土豆。好香呀！双标师傅，就我排队，你还记仇？再废话真不让吃。 2件食物役，羊毛衫加马锭。好，草原羊毛等于大唐军医，边军再无冻死者，世家皮草垄断碎了。五姓七茂又被断一臂。看好，这是改命神器，脚有根，手解放，大唐骑兵战力翻数倍。突厥王庭踏平在即，林献南真乃天降神人，重赏必须重赏，此子一人可抵10万精兵。林秋比我妹做烧火丫头，请陛下斩之！放屁！ 是你们大雪驱离继亲七妹，霸占家产。林秋是救人，不是抢人。林秋造御寒军医，是战马神凳，他在救国，你们在害国。代言西山者，9族全斩。重修氏族界，皇族第一，旧族将等，断世家根。陛下，世家垄断书纸张舆论，逼急则天下罢学。哈！林秋有皇字印刷加西山日报，传旨敞开印书，朕用纸张淹没他们。没纸了，马纸、皮纸全用光，印造局停工。师傅，世家动手，卢氏王室扫空全城纸张，涨价10倍，一张不卖西山。父皇要重修氏族图，触碰到他们千年根基，狗贼疯了！卡我纸，他们有纸，朕哦不，我有山，他们卡纸，西山有竹，自己造。白如雪，薄如蝉翼，韧如丝，不淹没。货字印刷完美纸，成本不到马纸1/10，竹不尽，水不竭，纸无穷。天生林秋，佑我闻道。明日，主旨车入长安，让他们见识西山纸贱如泥，踩碎世家傲骨。林秋哥哥，他舔我的手了，痒痒的。他喜欢你，好开心。这等价格，世家这是要彻底断了咱们寒门的科考之路啊！诸位学子，各位街坊，奉西山林献南之命，今日我西山书局广开大门，西山特制极品竹纸10张，1文钱，不限量供应。我西山学宫要让这天下寒门人人有纸写，人人有书读。林献南，活菩萨呀！我等寒门学子终于看到青天了。1文钱，10张。林秋，如今陛下要重修氏族图，就是在掘我们世家的祖坟。你居然还要跟我们作对，别逼我们动用最后的手段了！好一个1文钱10张，好一个西山书局。林秋这小子的点子颇多。传长孙无忌、房玄龄进谏，要立刻补圣旨，朕要让天下士族知道，这大唐的皇权到底谁才是第一等。长孙无忌、房玄龄进谏。本来想偷懒的，结果武士去长安了，光许敬忠一个人我不放心。下一个，林献南，小人胡九一，没念过书，但我懂土。懂土是怎么个懂法？回献南爷，小人凭着一把铲子就能知道这地下无障是岩层还是空洞，绝不打他。我操，这不是盗墓贼，这是人形雷达，地质勘探工程师。胡九一是吧？本献南任命你为西山地质矿产勘察队的摸金校尉，顿顿吃肉，能光明正大做人。献南爷再造之恩，
俺这条烂命以后就是县南爷的了。师傅，幸不辱命。干得漂亮，二娘！今天你立了大功。师傅又弄乱我头发。二娘，去洗洗手。为了犒劳咱们的首战大捷，今晚师傅给你做一道你绝对没吃过的极致真参。师傅这是做甚？怎还对着鸭子吹气？林秋，你这家伙又在搞些什么新菜式？来，大徒弟，你先尝尝。太好吃了，师傅。痛快！这吃法确实讲究，绝妙。卢大人，你们汉人有句话叫“飞鸟尽，良弓藏”。少废话，地图和银票都在这儿，替我杀了那林秋。若是能顺手把李承前、李泰，甚至那个公主给做掉，成交。大唐的皇子，这可是笔大买卖。团子往那边走，那边有亮光，这边太黑了。林秋蝈蝈，那个水井里不是只有水吗？为什么刚才有个伯伯要往水井里面倒好多白白的面粉呀？是晚上要做面汤吗？启禀殿下，县南，殿下所言非虚，属下等已分出一人前去追踪那贼人。水守卫哨，封锁水井，任何人不得饮水进食。老张头，薛礼，抄家伙，有贼人！敢在恩公的地盘撒野！找死！林秋小心！这文文弱弱的林县男，竟是个武力如此爆表的绝世凶人。县长，他们不是世家养的私兵。哦，这怎么可能？佛门和道门为何要派死士来杀我们？哼，好一招祸水东移，好一招借刀杀人啊！他们既然想玩，那咱们就陪他们玩把大的。让人把荼毒自杀的死士尸体也从吉里脸外雪堆里找回来。是，不要把这些尸体连夜拉进太极宫，明日早朝定要将他们抄家灭族。冷静，把尸体交上去。世家有1万种说辞可以撇清关系，佛门道门有没有在暗中受益？来人，去把玄奘法师和袁天使给老子请过来。两位，请自己看。两位，这怎么可能？玄奘大师，您先别念了。两位想想，今夜若是当朝太子、魏王还有晋阳公主全都被乱刀砍死，这惊天黑蝈蝈会扣在谁的头上？阿弥陀佛，这是要绝了我佛门的香火！世家狗贼，敢拿我道门当替死鬼！老道今日非绝了他们的祖坟不可！老张头，去把那个会伏鬼之法的老道士叫来。今天本祭尊就送你们道佛两大一件能替天行道的法器。林舍主，这是何物？这东西叫震天雷，你们道佛两家私下找人，将其点燃引线，扔进世家的院子里，它便能代替漫天神佛，降下真正的天法。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今日贫僧要与你等了解恩怨。震天雷，这果然是真正的震天雷，县南简直犹如神仙下凡。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了，天塌下来有我这个高个子顶着。惊魂一夜，肚子都饿了吧？我随便给你们做点笑药压压惊吧。吃吧，吃饱了就不怕了。又烫又麻又辣，爽的要死。林秋，多日不吃你做的这道菜，姑怎么感觉你做的比以前更好吃了呢？冬日惊雷，何处走水？殿下，出大事了！城外范阳卢氏和太原王氏的2处秘密楼刚才遭遇天罚，几处突破火火天，庄园坚固的院墙被瞬间夷为平地，几乎全军覆没。天罚！据悉，今夜有一群贼人伪装成僧人和道士，夜袭西山营地，试图杀掉朱皇嗣与公主。城前清好晋阳，还有林县南他们是否有事？无碍陛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能在瞬间将2座犹如堡垒般的庄园夷为平地？他是信任林秋的，但在这之前，他得是个皇帝。传李靖，传长孙无忌，点击3000玄甲军，随朕立刻出城，前往西山。
把人带上来。吴总管，怪冤枉啊！俺们只是逃荒来的，什么都没干啊！这是你们进营地时与世家暗中联络的记号，以及你们收的卖命投毒。昨夜有人在发现的早，西山这几千口人，包括太子殿下，已经全成了死兽，所以你们也不用喊冤了，全杀了。总管，这可是20多条人命啊！要不等谢南醒了再定夺。此刻当用重防，留着他们只会让外面的人以为西山软弱可负。许大人，先生把西山的内务交给我，我的话就是规矩。这丫头比他那个深不可测的便宜师傅还要像个活阎王。随着师傅掏出轰天雷，西山即将被群狼环伺，只有比狼更狠，才能真正站稳脚跟。以杀止杀，这便是他想要走的路。完了，林秋这次玩大了。林献南，昨夜长安城外的那2声天雷，可是你的手笔？陛下圣明，昨晚世家派死士在西山的水井里下剧毒，若不是晋阳公主殿下及时发现，西山上1000人都得死于非命。微臣一时气不过，就借佛道2家的手，去给他们听个相。这等杀人的军国利器，还是交给李将军去研究更合适。微臣就不操这份心了。好小子，朕果然没看错你。这等神器交于大唐，你当居首功。陛下，微臣觉得还是得陛下或者魏王殿下来掌控。父皇，这玩意儿还是给大哥，还是我拿着这配方吧。这鸭皮竟然入口即化，绝了！不敢，都是陛下教导有方。父皇，好几日不见您了。你怎么起来了？您都没好好看过我们西山呢，这里可好玩了，自带您去转转，好不好？你也这么说。父皇，西山这些时日变化极大，不如父皇与儿臣们微服走走，也当是体察一下民情。父皇，好了，这是流民营。林献南已经去长安为他们取得户籍，并非是流民。父皇，您看那边，那是林秋的小弟子武玉让人修建的公共茅库。吴小姑娘还定了规矩，若是随地便溺者，扣发3日口粮。为何如此严厉？父皇，您不知道，孙爷爷说病从口入，都是那些蚊子、苍蝇、老鼠传播的病症，甚至连一些瘟疫都是由那些东西传播而来的。既然是孙道长所言，这么看来，这样的处罚也不算多严重。难怪整个西山看起来比皇宫都要整洁。孙爷爷还说了，不许喝生水，必须喝烧开的白开水，不然肚里会长虫子的。这是从根源上斩断了瘟疫爆发的可能。治大国当真若烹小鲜。福基啊，朕一直以为施粥放粮减免赋税便是最大的仁政，但今日看了西山，朕才明白，林秋这小子是在用教导孩童的耐心，从最微末的生活习惯，从文字和尊严上，再重塑大唐的根基啊。他甚至比朕更懂如何让百姓变得更好。下一个，小人苏烈，字定方，冀州五叶人，被陛下特推来西山应职。啥玩意儿？你叫马啊！我听李靖说过你的名，大唐战神级的猛将，原来你就不用面试了，直接录取。从今天起，你就是西山学宫军工院的副院监，西山护卫队副教头，待遇就比薛仁浩低一丢丢。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只能是个遭人白眼的破落户，没想到连武艺都没展示，就直接被委以重任。士为知己者死，献南知遇之恩，苏绝无以相报。大家都是为大唐办事嘛。有了薛仁贵和苏定丁这2尊未来大唐军神的究极战力，西山安保问题基本固若金汤。就算吃糠咽菜也不是不行。开饭了！林献南吩咐了，今天是你们来西山的第1顿饭。今天这顿肉管够，饭管饱。肥肉入口即化，瘦肉软糯不柴，太好吃了，太香了。殿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苗子？大多是些寻常的泥瓦匠和逃荒的农夫，能看大用的奇才哪有那么多？在下并州书吏，姓狄，名之顺。听闻西山学宫不问出身门第，广招天下奇才，特来应梦。狄之顺，他是未来大唐第1神探狄仁杰的亲爹啊！那个小胖墩难道就是？这是犬子，名唤怀英，让献南见笑了。狄大人受苦了。似您这等清官，世家不要，我西山要。以后就留在西山山学宫，我亲自找最好的先生教他。林献南大恩，狄某铭记于心。怀英多谢林秋蝈蝈。好一个怀英。老朽王小通，不知献南这儿招不招算学的先锋？王小通，你可是前朝的算学大家，曾做击鼓算机的王老先生。只因老朽痴迷算学事故，不容于当世大儒，能容诸子百家之长，特来投效。太要了！王老先生，您看看这个。这是何等算术法门？那老朽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老先生您可不能死，我还准备让你为了教出一些西山算学上的学生呢。昨天一路上，不少百姓都在吹嘘说的什么点泥成石，水能推磨，定是些糊弄渔夫的障眼法。看小爷我怎么把这些把戏一一拆穿，好让父亲早日带我回并州。小妹妹，这等凶物你还是离远些好。对了，你读过《论语》吗？《论语》太傅教过，不过林秋蝈蝈教了句子更好听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什么文章？这叫《三字经》呀！不仅如此，林秋蝈蝈还教了我算数呢。你看，如果你有5个苹果，吃了2个，还剩几个？3减5，不对，5减2等于3。听你们说话的口音，带着极其纯正的关中雅言，我推断你们定是长安城里哪个没落世家的小姐来这西山教书讨生活的吧？哪来的小书呆子？本姑娘要是没落世家，你爹岂不是当朝宰相了？你高阳，别欺负小孩子。你便是那个自诩神童的狄怀明吧？自以为是。你面前这几位都是大唐最尊贵的公主，在西山收起你点可笑的小聪明，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在书本上学到的。姑娘刚刚说了我这么多，不知阁下是？我是林献南的唯一弟子，武家二娘武宣。若是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日后咱们多有机会讨教。武家二娘武宣，好的，我记住你了。狄仁杰，狄仁杰，你要冷静。父亲教导过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传闻这西山藏着什么能建造不腐宫殿的水泥，据说还有冬日见蝴蝶等各种奇景。这西山种种神迹中，我倒要去看看，西山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这水竟然真的能自己推磨打铁！都让让！西山行刑车要加速啦！4个轮子，这违背了鲁班仙书的机巧之理啊！这怎么可能不翻车？鱼池黑子，你今天要是跑不过俺，晚上林献南做的红烧肉，你那份归俺。放屁！俺今天非吃3大碗不可，你给俺在后头吃土吧！丢脸，太丢脸了！吃吧，西山规矩，吃饱了才有力气学本事。不可贪嘴，不可失了读书人的体面。这饭是真的香啊！我狄怀英一定要在这里留下来，就算天天被他们欺负，能上林献南做的那一碗红烧肉也是值得了。林秋蝈蝈，我能跟你学菜吗？可以，但是要等一段时间。这是拒绝吗？可是看献南的样子又不像。太医院几百号大夫竟然对着区区风寒束手无策，再这么病死下去，流民一旦迎嚎，长安城就要大乱了。陛下息怒，未尽高热且多发汗驱寒之药，不仅不见效，反而加快了病患的衰竭呀！陛下，长安周边的豪绅戍族豪强，在各地州府疯狂抬高药材、纸张和布匹的价格，他们是在发国难财，想借此逼迫朝廷低头啊！陛下，西山猎场听闻长安周边突然状况，孙道长带人来了，林献南派出2路人马，以抵长安城外。这是何等神物！4个轮子的车竟然没有翻！听说连各地州府都想趁火打劫，抬高物价，把招牌挂起来。就说我西山的货物即将销往大唐各地，凡购买10本《西山日报》者，附赠极其柔软保暖的羊毛衫1尺。此布方风御寒，天下仅有。极品玫瑰精油香皂，限量100块。我们西山将把这次收获所得的钱银用在铺设各地雷路建设中去，以尽快达到西山物资通向整个大唐的夙愿。不仅如此，按照我师父林献南所言，我们西山即将展开美食外送活动。如果你想要吃西山各种美食，无需出行，我们西山即将派人派送美食抵达你的家门。不管了，先抢些羊毛衫、香皂再说。孙老神仙，您老可算来了！这邪风入体太深，且伴有极重的高热和化脓，臣等实在是无力回耶呀！别熬那些发汗药了，他们本就体虚，这药只会加速衰竭。把病得最重、伤口溃烂最厉害的几个人抬过来。今日老道就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夺人命命的恶鬼究竟长什么样。鬼，恶鬼，这水里有怪物！杀死了，那些怪物都被杀死了，这是什么神药？孙神仙当真有通天彻地之能，感谢孙老神仙活命之恩啊！别谢我，要谢就谢西山献南吧，是他和我一起为这大唐苍生弄出这名为青霉素的药液。来，都拿碗来，1人1大碗米饭，浇上这土豆烧牛肉。孙道长，林秋说风寒入体、脾胃极度虚弱的病患万不可吃油腻之物，此刻吃这粥最是养人。林秋这手艺越发精益了，比上次给娘娘做皮蛋瘦肉粥的时候要美味了许多。好喝，太好喝了。林秋叮嘱过不能吃凉食。程阳姐姐，这个奇变偶不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姐姐也还在参悟。进。小子狄怀英叩见先生。先生，这不是暗指让小子今夜3更时分从后门悄悄来偏殿寻您，您便会收小子为徒了。其实并不是，我只是单纯觉得你丫有点太胖了，需要减肥了。狄仁杰，你真想拜我为师？我西山学宫的规矩，不看出身，只看悟性。既然你爹说你是神童，那我就考考你。先生，请出题。听好了，树上有10只鸟，我用弓箭嗖的射死了1只，请问树上还剩几只鸟？
10减1等于9。林秋蝈蝈，我知道，还剩9只。刚刚那题被公主殿下答了，不算。狄仁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但请先生出题。树上7个猴，地下1个猴，请问一共几个猴？回先生，一共8只猴。错，是2只猴。怎么可能？7加1明明等于8。先生，您这算术不对。树上骑着个猴，地下1个猴，1加1加起来不就是2只吗？先生，这根本不是算术问题，你这是故意在刁难我。小蝈蝈，你别哭了嘛，我把林秋蝈蝈的弟子名额让给你好啦。我不要你的丝巾，男女授受不亲。傻孩子，知道人心险恶了吧？就算这样，还要拜我为师吗？要，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这是烤红薯。此乃何物？如此你入我师门卑微。，你还有一个大师姐，名为五玉，不许对她不敬。徒儿记住了，徒儿一定会对大师姐恭敬有加的。师傅，您制作的美食虽然十分好吃，但是运送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不要紧张，为师自有料计。师傅，师姐，这是狄之旭大人的儿子狄仁杰，字怀英。我昨夜已经收他为徒了，我打算把长安的外卖事宜交给他去历练。啊，原来这位狄怀民便是我的小师弟呀。师傅，我才刚刚拜您为师，才疏学浅，恐不能担当如此大任啊。放心吧，为师基本上都为你谋划好了。我需要你去长安组建一支轻骑和脚夫队伍，就从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民中招人也无妨。咱们西山负责制作美食，而真正的送货上门，则是由你组织的那些轻骑和脚夫来完成。为师把这玩意儿称之为外卖上门。师姐，你老看着我干嘛？师傅，这天寒地冻的，饭菜送到长安早成了冰坨子了，且汤水极易洒漏。包装与保温，我原本打算用廉价的竹编提篮，提笼夹层塞入碎棉絮或羊毛毡，底部垫上一块烤热的青砖，汤水用内壁涂了蜂蜡的竹筒装，塞上软木塞。你们可以先这么弄。第二是产品定位，咱们定制快餐盒饭，譬如米饭中搭配几荤几素，譬如红烧肉搭配番茄炒鸡蛋、麻婆豆腐、玉米排骨汤之类的，每份搭配不一样，顾客能吃到哪个完全随机。怎么了？师傅，我没事，不小心做歪了。第三，咱们主打统一销售，提前统一预售，然后再搞一些包月套餐之类的。对了，咱们还可以招募的那些脚夫们穿上统一的西山专送亮色衣物，让人记住我们西山美食。又怎么了？师傅，我不小心撞到桌角了。那我刚刚说的那些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师傅真乃神人也，简直是对整个长安商业酒楼的重新规划和洗牌。这件事交给你，你可以现在就去西山挑一些你觉得合适的人选，作为你做这件事情的班骨。知道了，师傅，我先去找人去了。师姐再见。师傅，您真乃神人也。别吹嘘了，为师不吃这一套。狄仁杰这孩子也不容易，以后少欺负他一点。你个姑娘家家的，在捉他。哦，师傅，我知道错了。师傅刚刚说的是以后少欺负你，没说不许欺负你哦。什么？就批了30匹退役的老马和瘸腿骡子，还要扣我1半的预算费用。徐大人，您这是在坑我呀！小狄大人，您的预算批条是小武总管刚刚亲自核检的。小武总管闪说了，西山闪送的好伙计用些老弱病残将就一下就行了，这是合法合规的统筹调度。好，嫌我人小势威是吧？吴玉，我狄怀晨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变废为宝。招起手，不看身板，只看脚力。只要你熟悉长安城每一条暗巷，只要你能闭着眼睛从东市跑到西市，只要你懂得怎么抄近道翻墙头，我西山闪送就要你，给你丰厚的工钱和奖励。小狄仁杰啊，你确定要靠这些人去给长安的权贵和书院送饭？这饭还没送出城门，怕是就被他们自己坚守自盗吃光了吧？只要规矩立得好，况且我师父已经承因为他们立了若再犯，就直接送去京兆府判决的规矩。好，这眼光够毒，这才是干外卖的料。老张头，把家伙事儿抬上来。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西山学过的外卖员。穿上这身衣服，你们代表的就是西山的脸面。谁要是敢偷吃一口，不仅会克扣工钱，最后还会被赶出西山。殿下们，这一大早的，这是要做甚？师傅，琉璃暖房里种的那些稀罕造物，有几样已经快成瓤了吗？殿下们非要亲自去看看。行，既然大家都有兴致，大家一起去见识见识。这叫西红柿，我在小厨房给你们做过呀。我知道，这个就是林秋蝈蝈做的番茄炒鸡蛋里面的那个番茄，酸酸甜的那个。番茄也可以生吃，生吃更是酸甜多汁。真的可以生吃吗？林秋蝈蝈，它长得像红毛脑一样漂亮呢。当然可以，不过咱们得自己动手摘的，吃起来才最甜。各位殿下，今天咱们的功课是劳作，谁摘得多，待会儿我就给谁用这番茄做个简单又好的甜品。本宫先来，这果子看着就喜人。团子，快过来蹲下。师傅，这果子到底怎么吃啊？我给你们变个魔术，要做一道大唐绝对没有的、极其极简却十分好吃的绝世甜品。这道菜叫火山下雪，又名糖拌西红柿，尝尝吧。冰凉解渴，直透心腑的清爽，太好吃了！这果子竟然如此多汁鲜甜，这酸甜之味简直绝了！本宫还要一盘。我也要啊！慢点吃，还有呢。林秋蝈蝈，好甜呀，好好吃。林秋，
你们在孤的种植地里干什么？哟，那不是咱们国子监的神童王哥吗？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冻得像条狗一样，还想考科举，当真可笑至极。西山学特供寒门，第一批包月盲盒午餐已送达，凭西山书柜的票根领餐，半个时辰保温送达，绝不洒漏。小娃哦，趁热吃。这是给我吃的？是啊，娃娃哦。太好吃了！活菩萨，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热乎、这么香的肉。那个黄兄弟，这盲盒我出10贯钱，能卖我1份吗？不行啊，我们只认西山日报里面免费分发的票根。那小胖子，赶紧给大爷我拿1份带肉的午膳。慢着，这位兄台，不知是在哪家书院就读？老子，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赶紧给饭！你不是书生，你是个拿刀的匪徒。小兔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哼！第一，你虽穿如山，但虎口布满极其厚重的老茧，那是常年卧刀骑马留下的痕迹。第二，你刚才伸手时，袖子里隐隐露出了牛皮护腕的边缘。第三，你身上有一股桐油味和硝石味，那是用来做引火之物的味道。说，你带着火油和票根混进这里，到底是想烧我们的马车，还是想趁乱下毒？找死！哼，敢在西山太岁头上动惨，活腻了！小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爷爷要是皱一下谋头，就不算好汉。得罪了世家，你们西山迟早要完蛋。行了，别在这装什么视死如归的世家死士了，你根本就不是世家派来的人。你主子这招祸水东引、栽赃嫁祸的把戏，玩得太拙劣了。你放屁！老子就是卢家养的死士。第一，世家死士若真要烧我西山的马车，他们定会选在城外荒僻的官道上伏击。第二，世家底蕴深厚，就算派人死士伪装，也会弄套像样的如山。而你身上这件，一个穷酸书生用得起这等只有长安顶级大酒楼才用来熏烤烤鸭的香料吗？第三，也就是最致命的一点，这把刀的包柄上刻着一个极其隐秘的封字暗记，这是长安城南丰庆楼护院武师的随身配刀。你主子是因为我西山闪地抢了生意，看来不用点大刑，你是不会彻底招认了。去，把我师傅今晨特意给我留的那份终极审讯大餐端上来。太好吃了，这酸爽，这劲道简直绝了！想吃吗？只要你老老实实签下这份口供，只认丰庆楼等几家酒楼的东家，这碗粉就是你的。我保证送你去大理寺前吃个饱。无论你是否认供，反正我们是已经认定你的身份和罪象了。全招！是丰庆楼的王掌柜和醉仙楼的李东家和指使的，他们给了俺们500贯，给我吃一口吧，求求小大人了！立刻飞鸽传信回西山，长安城的一些大酒楼幕后者想要跟我们玩阴的，是去问问师傅师姐，他们背后的人究竟能不能动？林秋，别闹了，快过来！小怀英来信了，这事儿恐怕有些棘手。这丰庆青楼和醉仙楼背后的东家，可是吏部的王侍郎和几位皇室宗室远亲。咱们的人若是在这冰天雪地里，直接派兵把那些受雇的悍匪给宰了，那些公亲大可以推脱不知情，甚至反咬咱们西山草菅人命，拥兵自重。殿下糊涂啊！他们既然敢用悍匪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说明他们心里有鬼，怕明面上得罪咱们西山。咱们要打，就不能只打他们的肉体，还要诛他们的心，要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把这事儿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捅到太阳底下。二娘说的对，程前啊，你这太子当的还是太斯文了。对付这帮不要脸的公迁世家，你就得比他们更不要脸，更不讲理。不仅要打，咱们还要借力打力，让陛下替咱们打。立刻写信飞鸽传书给小怀英，让他拿着太子令牌，带着那个被活捉的悍匪头子，直接去大理寺击鼓鸣冤，告诉他到了那儿什么也别说，先把事情往阻挠朝廷赈灾、企图谋害东宫特使这2条死罪上引。往日你可没有这般大的杀性，我倒要看看今天的大理寺谁敢保他们。姐，你现在还不清楚西山闪送这套物流情报网未来的重要性，等到你明白这个东西的恐怖之处后，你就理解我如今为何要喊打喊杀了。果然来了，我就说师傅和师姐他们必然会让咱们来大理寺闹上一场一场的。许爷爷，你欠我3个铜板哈。是老夫输了，小狄大人，您是怎么猜到县南他们会让咱们直接闯大理寺的？许爷爷，你还是自己悟吧。哎，当年你要是有这等官场觉悟，也不至于落魄混到西山去，差点饿死。兄弟们，把那个没出息的悍匪给小爷提溜上，咱们去敲灯文鼓。反了！什么人敢不同传就直接击鼓鸣冤？不要命了吗？这位小大人，这大中午的，您这是唱的哪一出？我乃西山学宫临县南2弟子狄怀疑，奉太子殿下与临县南之命前来报案。我们在城东赈灾送膳，这群悍匪竟敢当街行刺东宫特使，企图烧毁朝廷救济寒门学子的车队。大理寺卿，你且问问这贼人是谁借给他的狗胆？大理寺卿，且慢！微臣听闻有人抢劫西山的车队，这不过是一群活不下去的流氓饥民，一时起了贪念罢了。交由大理寺按寻常抢劫之罪打入死牢便是，切莫把事情闹大。放屁！你个乳臭未干的稚童，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各位大人，若只是普通饥民抢劫，那么怀英便有疑问了。第一，饥民抢劫用的是柴刀、锄头，甚至是削尖的木棍。可各位大人请看，
此人所持凶刀的刀柄底部用赞字刻着一个极其隐秘的“风”字暗记，这根本不是什么机民的防身铁器，这是长安城南丰庆楼护院武士的制式佩刀。第二，这贼人伪装成落魄书生，可这最下等的粗麻衣裳上，领口和袖口却沾染着极其名贵的苏合香油之味。敢问各位大人，一个饿肚子的穷汉，连饭都吃不上，为何身上会有这种只有长安顶级大酒楼熏烤名贵菜肴时才舍得用的西域香料味？第三，这贼人身上有着极其浓烈的桐油味和硝石味，他们带着这些极易引燃之物，是有预谋的企图烧毁西山赈灾的运煤车队。他们想烧的不是车，是殿下和朝廷赈灾的国策，并且他们极其阴毒的想把这口黑锅栽赃给范阳卢氏，想挑起皇室与世家的血战。你血口喷人，证据呢？单凭气味和一把刀，如何定罪？你要证据，告诉他们是谁派你来的。按全招，是风醉后有楼的李掌柜爹和联合指使的。他们西山的生意给了俺们500贯，让俺们烧车。王大人，您可是风庆楼背后的大东家，您救救俺啊！传朕旨意，查封风庆楼、醉仙楼等所有涉案酒楼，幕后涉案公卿抄家查办。陛下，西山县南飞鸽传书，请求解除长安西山书局附近1天宵禁，说是会给陛下一个大大的惊喜。准了，朕倒要看看他为自己的弟子求这个恩典是要干什么。林秋，既然风庆楼倒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算一下先前你带着次子去闯我？程前，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风庆楼倒了，但那些眼红咱们西山生意的恶狼还在暗处。老苏、老铁头，把新炼出来的高碳钢给我打成铁皮装甲和倒刺，全部包在李太造的那批4轮重卡的车厢外侧。再给西山闪闪兔的黄马甲老兵们每人配备一把新神钢刀和一具简易连弩。咱们西山既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卸车，点火！开饭！西山夜市开张，正式开张！鱼香肉丝盖饭，番茄牛腩盖饭，凭票领取，现买现吃。太好吃了！这肉丝酸甜开胃，简直是下饭的神器啊！这牛肉炖的太烂乎了，这红色的汤汁拌饭，我能吃3大碗。师傅，幸不辱命！今日咱们在长安城外卖盲盒一战定乾坤，那些试图捣乱的世家地痞也被尽数斩灭，咱们西山的商道算是彻底通了。老张头，带兄弟们去食堂，我给你们留了极其丰厚的宵夜和烈酒，吃饱喝足，好好睡一觉。林秋，这大半夜的，你把咱们叫到这露台上吹冷风作甚？姑都快冻僵了。就是啊，师傅，二娘还等着去盘今天的账目呢。此乃何物？看着像个大号的变竹。这玩意儿叫天文望远镜。林秋蝈蝈，这个大炮仗能飞上天吗？它不能飞上天，但它能把天上的东西拉到你眼前。殿下，闭上一只眼睛，往这里面看。蝈蝈今天带你去看看传说中的天上宫阙，看看嫦娥和玉兔的家。月亮，好大好清楚的月亮呀！我的老天啊！原来玄月出明，晨辉照辽海，诗句里面都是骗人的。这世间竟然真的有这等能看破天机的造化神物！这月亮难道不是神仙住的仙宫，而是一个极为巨大的土球子？今天大家辛苦了，我给你们准备了极其暖胃的宵夜，吃点最能抚慰五脏六腑的家常味儿。喝吧，小心烫。今夜这一碗只加了盐的清鸡汤，才是真正的人间至味啊！老天爷啊，这是多少？500文！好什么好？没出息的东西，谢难人意。他不仅给咱们一口饱饭吃，还给咱们发这么重的饷银。今天放假，咱们去长安城里给家里的婆娘车鸡吃好不？别丢了咱们西山学馆的脸。掌柜的，这最厚实的蜀锦，给俺来1匹，不，来2匹。哎呦，这可是上好的蜀锦，您拿好。爷，您这是在哪儿发了横财？什么横财？这是咱们在西山凭力气挣来的干净钱。这半扇猪俺全包了，送到西山食堂。这1堂和麦芽糖俺全包了。小二，上酒，上你们这儿最好的剑南烧春。这些不是城外快冻死的流民和退役老族吗？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听说他们在西山干活，林县南不仅包吃住，顿顿有肉，工钱更是长安城里苦力的3倍不止。敬林县南，敬咱们西山，敬县南。接下来发放西山学宫校尉、各部管事以及临时帮工的月俸和津贴。国祖见之有孔大人、太子太初李大人。荒唐！老夫传道授业，乃是为天地立心，岂是为了这区区几两阿拓物？西山出剑，教几个寒门学子罢了。这钱老夫绝不能拿。两位大人，这话可就说错了。这钱不是朝廷的赏赐，也不是我林某人的施舍，这是西山学宫的规矩，是天下寒门士子感念2位教恩的庶兄，也是2位大人凭着真才实学，日夜修书编教材挣来的润逼费，在西山劳动创造价值。这是2位大人凭本事挣来的血汗钱，每一文都干干净净，有何不能拿？好一句劳动创造价值！老夫教了一辈子太子，今日方知，这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铜板，竟比那1000两黄金还要沉。这笔润笔费，老夫要留着。等开春了，全给学宫里那些买不起笔墨的寒门学子添置文房4宝。卢国公之子程楚墨，鄂国公之子尉迟宝林。到！
程楚墨前期搬砖砸石300斤，在护卫队狩猎数次记特等功分，扣除你们2人几日不洗手乱砖扔垃圾的罚款50文。程楚墨实罚800文，尉迟宝林实罚750文。我的亲娘嘞！哎呦，硌牙！是真的，爹，俺出息了！俺老程这辈子终于自己凭力气挣到第一笔干净钱了，这钱谁他娘的也别想从俺手里抢走，俺要把它供在咱们老程家的祖祠里。等等，吴总管，凭啥俺比楚命少50文？俺拉犁的时候可是出了死力气的。你前天晚上偷吃厨房剩下的半盆红烧肉，这是扣的餐食费。陛下曾来西山交代过，你们犯事要罚的比普通百姓重10倍。吴总管，我就少冲了1次水。长乐公主、高阳公主、陈阳公主、兰陵公主4位殿下溜明学堂开蒙授课10日，且在琉璃暖房协助采摘棉花，劳苦其高，按西山最高助女席的待遇，每人施发1000月俸。皇姐，你看，本宫我能自己挣钱了，这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教那些孩子认字换来的。就算以父皇不给我发月钱，就算我以后不当这个公主，我也饿不死了。这300文钱的价值，不在于能买到多少东西，而在于去除公主头衔后，靠自身价值赚到的伟大徽章。林秋蝈蝈，狮子也有钱啦！魏王殿下，领工钱了。魏王殿下，您主导研发了曲原里水皱墨4轮马车及技术研发仿制品手工，本月实发10两雪花银。大哥，看见没？本王是靠脑子吃饭的，就是比你们这些出苦力的赚得多。太子殿下，主导西山外卖网点建设及流民安抚，记1等功，实发月俸2两银子。吾今日方知，百姓挣这1两银子，需流多少汗水，受多少风霜。上炉。青雀，你啥时候来的？算了算了，拿着，趁热吃。青雀，我想说的是，驴肉火烧要趁热吃，冷了就不好吃了。太好吃了！林秋，你做的这新菜味道绝了，这饼子竟然酥脆如丝，这肉果真是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青雀啊，长兄嫌吃你不懂吗？好弹好香，饼皮干香酥脆，这驴肉更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痛快，太痛快了！显南这手艺简直绝了，俺从未吃过驴肉，这玩意儿是真香啊，爽爽爽！师傅，太好吃了！这驴肉火烧若是拿去长安城里售卖，哪怕定价10贯钱一个。青雀，为兄这几日在东宫处理政务，极其劳累，这最后一个火烧理应归我补补身子。皇兄此言差矣，弟弟我这几日被父皇逼着在酱做贱化各种东西，人都瘦了一大圈，这火烧应该归我。小怀英呢？你没把他欺负得太狠吧？啊，怎么下这么重的手？是他自己看我过来，然后从水迷路往田园乡间逃跑，然后自己摔的。妖孽啊，妖孽！林秋，你收的这2个弟子没有一个省油的灯。你本来就够妖孽的了，你还养了2个小妖孽，造孽呀！青雀休走，你刚刚是不是要忤逆尊长和为兄抢吃食来着？谢南，我还饿，我还有点没吃饱。师傅，这生意没法做了。长安城里那些仿市的主街，现在雪化后全成了泥沼。别说4轮马车，就算是2轮的轻便牛车，进去了车轱辘也陷进泥里大半尺深。甚至连人杰都跟我诉苦，说是西山外卖不好送。再这样下去，咱们也不好受。二娘说的没错，我也收到宫中消息，父皇这2日也是急得在甘露殿疯狂怒骂。国库本就因为各地赈灾空虚，现在整个长安城的主干道都需要翻修垫土。工部尚书段林那个老抠门，天天去御书房哭穷，说国库连买沙子的钱都凑不齐了。这不巧了吗？朝廷没钱修路，那些世家大族有钱啊，路烂了，马车走不动，那咱们就去帮他们免费修啊。咱们西山最不缺的就是水泥和石头。师傅的意思是，咱们自掏腰包白给长安城修路，这可是个无底洞啊！白修？二娘，你什么时候见为师干过亏本的买卖？去，点齐人马，把程楚墨他们那些纨绔子弟喊出来。今天我要带他们去长安城，当一回长安城里真正的恶霸。是，都给老子让开！西山施工队办事，闲杂人等退避。林秋，你说我们这副样子真的行吗？不会让我们被家父或者陛下打骂或者训斥吧？我不会演那种横行霸道的纨绔子弟啊！你把你当初首次闯入我西山的纨绔匪气重现出来，然后收敛一点就行了。停，小怀英，按计划行事。张爷爷，您带一队人去平康坊，薛教头，你带人去长寿坊，其余人跟着我，从朱雀大街两旁的平民巷子开始。记住师傅的吩咐，不管是谁家的门前，直接推平烂泥，直接浇筑水泥，谁敢阻拦也不管，就算再纨绔蛮横一些也无妨，只是不要伤人即可。你们都听到了吗？哎，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家门口，敢给你修路，闭嘴看着就行。半天之内禁止任何人触碰哈！一旦发现有人不听劝导，我们会直接派人给你抓进衙门。记住，这路是在西山免费给你们修的，不收1文钱。以后下雨下雪，再也不用趟泥水了。这泥巴怎么比石头还硬啊！朗朗乾坤，天子脚下，尔等竟敢强行霸占民道，胡乱倾倒灰泥！别怕，要骂就让他们骂。等明天这水泥彻底干透了，我看他们出门是走这宽敞平坦的水泥大道，还是去旁边那些没修的烂泥沟乱淌。林秋，咱们两个这么是不是有点像那种究极贪官奸相？太子殿下，您就放心吧，师傅既然做出这等事情，定然是一定想了完全的后策的。什么叫陛下知道后的后策？天哪，这车推起来怎么一点都不费力？
俺的鞋底竟然连一点泥巴都没沾上，这简直是神仙走的路啊！这哪里是土匪恶霸，这分明是来拯救大唐苍生的活菩萨！老爷，外面西陵山的那个林丘带着110来个大汉，推着那些灰泥，说是要给咱们卢府门前的朱雀大街分支，也不上那种石头路。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这是想在老夫埋什么妖法，坏我卢家的风水？去，带上家丁护院，给老夫死死挡住大门！滚滚滚！咱们王府门前的青石板金贵的很，用不着你们这些臭烘烘的灰泥来脏了地。老张头，你别拦我，这帮老顽固不识好歹，俺非得把这水泥糊他们脸上不可。楚墨，别闹，退下。既然诸位世家大人嫌弃咱们西山的免费铺路，传本县南令，若是有拒绝咱们铺路的世家大族，需要全部绕开这些世家治台和公卿府邸，咱们只做欺压良善的恶霸，绝对不跟世家贵族和高门显贵们争斗。谨遵县南命令。陛下，西山施工队强行霸占长安街道，民怨沸腾。反了！这林丘是要造反吗？长安城乃天子脚下，修桥补路是工部的事儿，他一个县囊带着数百号人强行封路，弄得民怨沸腾。他眼里还有没有大唐律法啊？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李忠，调集数十辆轻骑，随朕出宫。朕倒要看看程潜和林丘这两个混账究竟在搞些什么门道。这密探口中强行倾倒的灰泥，这不是就是西山的水泥吗？那名上报的密探究竟是多久没有接触长安周边以及西山相关的讯息了？对那个上报错误消息的密探，按照渎职罪处置了吧？诺。不过话是这么说，这两个小屁孩在长安乱来铺路的事情，还是要小惩大戒一下的，免得骄纵了他们这种猖狂的性子。先前是我等有眼无珠，多谢林县男，多谢西山的活菩萨。小兔崽子，林雨生病了怎么办？这路竟跟皇宫里的青石板路似的。老爷，这泥太深了，拉不出来呀！混糟东西，怎么赶的车？还不快叫人来推！哎呦，怎么马车不走了？非要在自家的泥潭里打个滚才舒坦啊！啧，世家老爷的马车还不如俺这装煤的独轮车跑得快呢。好一个林丘啊！我倒是没想到他没给世家门阀铺路，居然能弄出这么大笑话，这简直比下狱斩首还要诛心啊！他是早就有所预料吗？走，去找找林丘程前，这两个小崽子现在不知道躲在哪儿潇洒呢。是。师傅，这红烧肉炖烂了没有？弟子的肚子都要饿瘪了。急什么？俗话说，好饭不怕晚。无论是驴肉火烧还是红烧肉，吃的就是个火候。红烧肉还得等会儿，你先吃个驴肉火烧垫吧垫吧。儿臣参见父皇，微臣参见陛下。林丘，你好大胆子，在长安城里强行铺路，这等流氓行径还有没有大唐律法？陛下惜这天气阴冷，微臣特意为您准备了这暖胃的吃食，您边吃，微臣边听您教诲。陛下，劳请趁热吃。这什么肉竟如此鲜美？回禀陛下，是驴肉，此乃是驴肉火烧。好，给朕再来一块。你这西山招募了三教九流，若是无人管束，岂不是乌烟瘴气？陛下放心，西山法度绝对是相当严明的。华英，过来给陛下汇报一下。回禀陛下，西山目前流民3400余人，县南还助人结合大唐律术，起草了西山治安与卫生条例，凡随地便溺不饮开水者杖10，凡偷窃物资寻衅滋事者，交由薛教头护卫队齐拿，视情节轻重，罚入采石场苦役1月至3年不等，轻则扣除当月工分，重则逐出西山。林丘，这就是你那位近期所说的二弟子吧？此子聪慧若妖，心思缜密，假以时日，未来必是我大唐一代名相啊！林丘，你这身边还真是卧虎藏龙。华英和薛仁贵不同，他在我身边学个2、3年后，将会入仕为朝廷，为陛下效力。那就好。李忠，把这些全都给朕打包带走。皇后和克尔还没尝过这等美味呢。朕也试穿过那羊毛衫，确实本着羊毛。那你为何还要让武二娘在西市驿架去搜购突厥商人手里的散碎羊毛？你在给寡人上呈的信件里面说要将其当成桌策来使用，意欲何为？陛下，这不仅是取暖，这更是一场不见血的灭国之战。突厥人靠什么打仗？战马。但如果我们大唐以高昂的暴力去无限量收购他们草原上的羊毛呢？在极大的利益诱惑下，突厥的牧民会怎么做？他们会疯狂的削减战马的数量，去改养能够源源不断剪毛换钱的绵羊。吃草只吃草尖，但绵羊吃草可是连根拔起。不出5年，在他们疯狂的养殖下，突厥的草原将寸草不生，水土极度流失，化为荒芜的沙漠。到时候突厥人没有了战马，失去了草场，他们拿什么来劫掠大唐的边关？他们只能跪在咱们大唐的脚下，当一群替咱们放羊，连饭都吃不饱的奴隶。此乃羊毛吃人的绝户计。先前你一直在宫里是为了藏拙吗？为什么此刻我问了，你就把这一切说出来了呢？因为我是一个唐人，我如今生活在大唐，自然希望我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也为之努力着。西山就是见证。红烧肉是不是糊了？这玩意儿还能吃吗？师傅，你要给我重做一份啊！师傅，说好专门给我做的红烧肉啊，驴肉宝烧我都没怎么吃，全被陛下卷走了，现在连红烧肉都没了。林丘，我原先以为你这两个弟子都是妖孽，刚刚还在父皇面前侃侃而谈，现在真成小哭包了。师
为师这不是忙着和陛下策论天下吗？忘记捧你这儿的小仙了。行了行了，为师等会儿给你补一份。为师还答应你，明早的早膳你想吃什么随便点，不管多难做，为师都给你做出来。师傅，这可是您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徒儿原谅您了。哎呀，快把朕从西山带回来的食盒拿来，就放在那个红泥小火炉上微微烤一烤。是。欢迎姬克儿，你们来的正好，快尝尝。林秋说这叫驴肉火烧，吃起来滋味绝伦。非人间之味，用重金收购羊毛，诱使突厥人弃马养羊。不出5年，突厥王平将不费一兵一卒，彻底沦为我大唐的代宰羔羊。此计大谬。哦，父皇此等行径，乃是算计异族民生、伤天害理的小道。林献南此计，实乃误国之言。让你读书，倒是让你读成了歹子。你跟那些在边关屠戮我大唐百姓、抢劫我大唐钱粮的突厥恶狼讲仁义，蠢不可疑。陛下，明日一早滚去西山，好好体验什么叫民间疾苦。不去把脑子里那些酸腐气洗干净，你就别回长安了。谢陛下恩典。小狄大人，您看这修一段路需要多少银钱？咱们绝不还价。之前我们免费修，你们拿着棍子赶我们，现在回来求我们免费修，晚了啊！现在就不是铺路，而是定制修路，要钱的，而且价更高。小狄大人，您说个数。我师傅昨夜交代了，材料费翻10倍，每天加班，精神损失费不多，1尺路1万贯，少一个子儿，你们就继续在自家的泥地里游泳吧。1尺路1万贯。师傅，你们早膳做好了没？我都饿死了。老爷，西山报价了，1尺路1万贯。林秋，你个杀千刀的活土匪呀！派人去告诉西山一众，就说如果是1贯1尺，我们卢家就接了。林秋，姑总觉得你怎么好看了许多？不对，不是好看，而是某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我不好这一口，混账！姑也不好这一口。说起来，姑从宫中得到消息，父皇母后要为我娶个太子妃，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女子，是否好看？要是姑和她心情不合怎么办？这帮丫头竟然在疯狂地传说了我前几日新获得的小说。太好吃了！林秋蝈蝈，你吃的是什么呀？丝子可以吃吗？不可以，逗你玩呢。林秋蝈蝈喂你吃哦，张嘴。林秋蝈蝈，这个好好吃啊！本想亮出皇子信物，直接让林秋迎接，但父皇警告，还有百骑部暗卫盯着。招泥瓦匠，招挑夫，包吃包住，干满室内外事，只要有把子力气，西山绝不亏待大家。这位管事，在下家道中落，想在西山讨口饭吃，不知把那堆沙子和石灰搅匀了，一上午干够2时辰，中午就能免费吃西山食堂的饭菜。如果你再干够下午2个时辰，就能获得1整天的工钱，以及免费住宿。粗鄙，这简直是野蛮的暴政！老张，你们干这等繁重的苦力，难道就不觉得苦吗？朝廷不，这西山的管事，难道没有严苛的逼迫你们？苦，小兄弟，咱们在西山那叫多劳多得。干满1天，不仅有3餐管饱，干得好，月末还能发足色的铜钱。这等好日子，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谁还舍得抱怨？原来，这才是百姓真正想要的仁政吗？老三，哟，你也来西山了？你傻站着做甚？快蹲下吃啊！再不吃，这饭菜凉了，可就少了几分香味了。三哥，赶紧的！林秋今天做的这红烧肉绝了，等会儿我还要去添一碗。你再磨叽，连汤汁都没了。清泉，大哥讲，我今日方知为何父皇要把我撵到西山来。林秋能将西山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令我叹为观止，且心生敬畏。林秋懒得要死，你倒不如来静养发明创造许多有用东西的我。小狄大人，我家老爷发话了，1万贯1尺太贵了，1贯钱1尺的话，我们卢家就休了。我随口报了个1万贯1尺，想恶心他们，但即便是1贯1尺，也绝对是抢劫级别的天价了。等等，不对，卢家一直跟西山不对付，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好，爽快！既然卢家主如此慷慨，交了钱，咱们等下就派施工队去给你们修路。许爷爷，这事儿不对劲，你立刻派几个腿脚麻利的兄弟给我死死盯着卢家，看看他们到底在憋什么坏水。林秋小儿，你以为就你会点泥成石？老夫今日就要把你这聚宝盆给端了！回家主，只要给老府建几个大窑，咱们自己也能烧出来，而且成本极低。天助我也！
管家，立刻建窑，给老夫日夜不停的烧。西山卖多少钱，咱们就卖他1半的价格。老夫不仅要修路，还要把这卢家神泥卖遍整个长安城。是的，老爷。用卢家神泥在院子里建个亭子。老爷，亭子晃了，快跑啊！啊，春雨贵如油啊！一想到我要让西山吃瘪，我就感觉这人生是这么的舒爽啊！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要吟诗一首。师傅，出事了！狄仁杰说卢家买通了几个流民，窃取了咱们水泥样品和搅拌法子，他们现在正在长安全郊偷大量建窑，准备借这卢家神泥低价倾销。二娘啊，你记住，在这个世上，有些东西看着简单，但核心技术的壁垒却是他们一辈子也跨不过去的鸿沟。他们以为把石头和泥巴烧一烧就能成水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他们造，让他们可劲儿的造，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自己亲手给埋了。开饭！好吃。这你们家的是虾吗？这是鲜虾馄饨。大哥，你不当人子啊！早上起来吃早膳，居然不叫我。谢南，殿下，公主，小狄大人从长安城外送站点传过来加急密报。哦，姑看看。大哥，怎么了？你慢点，别把我的早膳给糟蹋了。林秋清劝卢明远那个老贼，他被自己盖的亭子给砸了。卢家那条号称卢家水泥路被一辆普通的牛车直接压得粉碎崩塌，而那座造价昂贵的观雪亭轰然倒塌。卢明远当时正坐在亭子里品茶赏雨，直接被埋在废墟底下。好不容易被刨出来，不仅灰头土脸，被砸断了一条腿，据说又被气得吐血昏死过去。活该，真是活该呀！那老匹夫没有本王的特殊高温窑炉，他也敢乱弄水泥。这下好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自己玩砸了吧？这就叫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没有核心配方，他们那是自掘坟墓。老三，你傻站着做甚？快点下吃啊！再不吃这小笼包可就凉了，凉了就没那股补鲜香了。对，那边的小笼包和小米粥都没有怎么动的。青雀，这是怎么回事？林秋，救命啊！完了，祥瑞死了，姑可是向父皇短钉的发过毒誓的，若是颗粒无收，姑这就是犯了严重的欺君之罪啊！大哥，这祥瑞怎么哭死了？完了，林秋，你赶紧准备跑路吧！那些被你打击许久的世家大族，若是知道祥瑞死了弄不出来，绝对是要告你欺君。天不佑大唐啊！嚎什么嚎，程前？谁告诉你他死了？殿下，殿下，我不是说过这玩意儿的果实是埋在地下的吗？你什么意思？起！这等个头，这等挂果量，神物啊！一株竟然能结这么多，这要是种满1亩地，老天爷呀，何止千金！别哭了，赶紧去洗把脸，给陛下写封800里加急的捷报吧，请陛下来西山亲自挖土豆。陛下，那林秋在长安开设什么西山书局，以低劣价格倾销，这分明是在恶劣的抢夺朝廷的取势之权，扰乱士林清规啊！臣附议，西山流民聚结成军，如今连长安城的生意他都要插手，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还有强铺水泥，导致民怨沸腾。报！启禀陛下，太子殿下与林献南在西山种下的神农祥瑞，今日大丰收了。退朝，给朕备马。朕今日要带着你们这满朝文武去西山，亲自挖挖看这林秋和程前弄出的祥瑞。陛下驾到！祥瑞在哪儿？程前，朕的祥瑞在哪儿？父皇，祥瑞就在这泥土之下，请父皇亲自下稿。挖，给朕挖！我的亲娘嘞！当年俺跟着陛下打王世充、打刘黑闼的时候，若是当年有这等神物，若是这等神物能早生10几年。是啊，此物长于地下，不惧严寒风雪，耐造。若是作为军粮，随军携种，大唐铁骑的刀锋所指，便是粮仓所在。天下谁人能挡我大唐兵锋？苍天有眼，苍天佑我大唐啊！老夫这一生走过无数州县，见过太多一子而食的惨剧。大旱之年，那干裂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恶屁，连狗都会饿得去吃人啊！林献南，单凭此功绩，你这便是足以救活万千黎民的无上功德啊！陛下呀！微臣刚才粗略称日算了一番，其亩产绝对保守的在3000甚至4000斤以上啊！有了此物，百姓有了这等饱腹之物，再也不会因为一口吃的而卖儿育女，流离失所。完了，彻底完了！
父皇，您看，这就是儿臣和林秋一起种下的祥瑞，儿臣没有骗您。好啊，程前，你做的极好。这等流芳百世的万世之功，竟然让这小子和程前相混账拔了头筹。罢了，终究是朕的江山，朕的儿子。陛下呀，这3亩地总计产出12035斤，折合亩产稳稳的超过了4000斤大关，且颗颗饱满，毫无空别虚报。林秋啊，此物产量虽如神迹，堪称天佑大唐。但若是如书脉一般，只是单调的用水煮熟充饥，百姓若是连吃数月，怕是也会难以下咽，甚至倒了胃口吧。寡人身为天子，虽遇神物要懂感恩，但也得未雨绸缪啊。陛下所言极是，若是口感不佳，或者吃法单一，纵然产量再高，百姓恐怕也只愿将其视为灾年救荒之物，难以作为日常主食大规模推广。直娘贼，这玩意儿生着吃，简直是一股子浓烈的土腥味和生涩味。陛下，各位大人，谁告诉你们这土豆只能白水煮着吃或者生啃的？我先前明明给你们做过这道作物制作的美食，只是我可能做的食物太多了，导致你们吃的太欢，有些忘记了。除了简单的煮和烤外，它其实还有其他食用方法。老张头，架锅，生火！这泥疙瘩还能做出花来？等着瞧。这是何等吃法？就这么烧？这等焦黑之物也能入口？这祥瑞烤出来竟然如此美味，好东西，此物顶恶，果然是天赐神粮。寡人想起来了，当初那日林小子你在皇宫小厨房做过，我记得当时魏征也在。出锅！来，老程，李将军，尝尝这土豆是不是比肉还好吃？对味了，就是这个味道，好吃。下锅！这等清脆、酸辣扑鼻的口感，真是相当好吃啊！丁，恭喜宿主成功制作90分神级酸辣土豆丝。林秋蝈蝈，这也是土豆做的吗？哇，太好吃了！林秋蝈蝈，子以后每天都想吃这个沾了红糖的长条条。不行，最多一点点，太多油腻不好。传朕旨意，此神物土豆不仅是天降我大唐的无上祥瑞，更是我大唐第1等的美味佳肴。即日起，设西山为大唐2种培育司，待完全开春后，将此物作为大唐第1军粮和赈灾主食，向全国大力的推广。待明年应对高昌国与突厥时，绝对能派上大用场。程前，你能放下储君的身段，与民同劳，在这寒冷天气中种出这等活命神物，这才是朕的太子，这才是大唐储君该有的担当与胸怀。儿臣叩谢父皇隆恩，儿臣定当为大唐、为父皇肝脑涂地。林秋，你不仅献上祥瑞种子，更让西山百业巨星盐、煤、纸铁，乃至这神农祥瑞，桩桩件件皆是足以流芳百世的不世之功。说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封赏？高官厚禄、金银珠宝，朕当然不会吝啬。陛下，微臣是个懒散性子，当官上朝太累，县男的职位已经足够，金银珠宝嘛，微臣自己会赚，微臣不要封赏，微臣只求陛下赐予西山学宫一项特权。哦，什么特权？微臣想在西山办一场大唐从未有过的入学考试，所以微臣恳请陛下恩准，只要能通过微臣和几位先生出的试卷，无论是乞丐、屠夫还是铁匠、游医，皆可入我西山学宫求学，且学宫一应教务、考核处役皆由学宫自主决定，不受朝廷礼部和国子监的任何干涉。好一个不问出处，准了。西山学宫如何选人，全由你这大气九说了算。朕甚至许诺，凡西山学宫结业之优异者，无需经过吏部考核，朝廷直接破格录用。朕倒要看看你这西山学宫能给大唐培养出什么样的怪物来。丁，检测到历史人物侯君祥对宿主制作美食给出极度好评，恭喜宿主获得野外狩猎精通。丁，检测到历史人物李道宗对宿主制作美食给出极度好评，恭喜宿主获得复合宫图纸。丁，恭喜宿主获得神级食谱神级鲫鱼豆腐汤。丁，宿主触发10连保底暴击，恭喜获得金色神级图纸大型载人热气球制造工艺。林献南，你可算来了！你看看老夫出的这道《论语》解答题，定能完美的筛选出那些真正有底蕴的学子。孔大人，您糊涂啊！若是按您这套卷子考，咱们招进来的还是那帮只会吟诗作对、纸上谈兵的世家贮柴。我要的是能下地干活、能进工坊打铁、能上战场算粮草的实才，不是只会抱着圣贤书酸腐的木头疙瘩。当然，儒家是经典学科，所有入学后的学生都要勤加学习，譬如将《三字经》等并入儒家必学科目。那依林献南之见，这题该如何出？昨日我已取得陛下的全权认同的口谕，咱们要准备分科考试，综合大考，不只考儒家书籍，咱们要考的是务实，能立刻利国利民的真本事。好，
老夫这就去重新出卷，非得把那些自诩聪慧的世家子弟考得哭爹喊娘不可。一群泥腿子也妄图跟咱们同台竞技，这是什么荒谬的题目？不考精益破题，竟然考如何往破池子里放水。1两铁与1两木棉，何者先着地？这等市井建议的算账之法和工匠之学，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痛快，太痛快了！这帮只会死读书的酸儒，今日算是彻底在这实学面前现了原形。这字字珠玑，如刀斧加身，拨云见日。此人有宰坊之才呀！此等深邃通透的治国之论，竟出自一寒门落魄学子之手。快看名字，此人叫什么？不仅如此，孔大人你看，此人的算学逻辑严密，那道刁钻的水池注水题，他竟然用一种奇妙代数之法，完美的解出来了，全对。马周，他叫马周，清河阴平人。这才是人间至味。各位先生，阅卷耗费心神，歇会儿，喝口汤补补脑子。顺便等你们喝完这碗汤，我带诸位去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格物致知。好汤，太好喝了！老朽这辈子从未喝过如此鲜美提神的鱼汤。马周，大唐贞观名臣，从寒门一路做到宰相，果然是你。林秋，搞定了，出来看神迹！诸位先生，鱼汤也喝了，试卷也批得差不多了，诸位先请。且看林秋带你们去天上看看真正的大唐江山。去天上？这林献殿莫不是喝了假酒，开始说胡话了？点火！这是何等妖物！孔大儒且上天一试。林献南，人岂能无意而飞？你这是要作甚？孔大人，这就是个大号孔绳灯而已。不可，万万不可！老夫宁死不从啊！救命啊！老夫要归天了！孔老、王老，睁眼看看，你们教化了一辈子的大唐，这就是苍天俯视众生的视角吗？这人生于天地之间，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林秋哥哥，子儿也想飞，子儿想去摸摸月亮。月亮是不可能了，不过林秋哥哥可以带你上天。嘤，为什么我也要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力气都有些媲美项羽了。这绝对是整个大唐古往今来最奢华、最浪漫，也最温馨的带娃游玩体验了。孔大人，王老先生，趁热喝口粥压压惊。你个臭小子，等我缓过来打死你！好粥，这等温润暖胃的粥，简直是绝妙的安神良药啊！好好吃耶！陛下，臣李忠叩禀，西山林献南与魏王李泰造出一物，名曰热气球。此物以猛火油为动力，竟能载入王卡无翼而飞。据说是大号孔星灯，臣亲眼所见，其升入云霄，俯瞰山河，宛如神迹。记一下，这是悬在我大唐头顶的灭顶之灾啊！陛下思想，若这热气球上载着的是林秋弄出来的那个震天雷，若是他趁夜升空，直接借太极宫的上空，将那震天雷犹如雨点般抛射而下，我大唐的100万雄师，这坚不可摧的长安城防，如同纸糊的一般。林秋这小子手里握着的底牌，实在让人睡不着觉。先是亩产数千斤的祥瑞，然后是能斩断百乱刀的金刚，接着是摘能炸平庄园的火药。竟然任天都能上。西山800里加急！启禀陛下，今夜四子殿下觉得无聊，微臣便与魏王殿下顺手弄了个大孔明灯，带他上天看看月亮，顺便拉着孔老夫子等人去天上体会一下格物致知的浪漫。此物名为热气球，看着唬人，实则是个鸡肋的废物玩具。它怕风，风一吹就不知飘哪儿去了，根本无法控制方向。若是遇到弓箭射击或者猛火油烧完，立刻就会从天上凄惨的掉下来。里面的人会被摔成肉泥，这东西也就哄哄孩子开心罢了。若用于军阵，简直就是给敌军弓箭手送火把子。关于其制造秘方，微臣也有将其附在信件最后。你也看看。陛下，林献南忠心可见。陛下，林献南能将此物秘方主动上交，足见其毫无私心。都退下吧，朕想一个人静静。林秋啊林秋，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又到底想让朕愧疚多少次？传朕旨意，大唐户部与皇家内土联合出资，即日起以首许要价，无限量收购突厥、土贵河等游牧民族手中的羊毛。陛下疯了，拿珍贵的真金白银去换突厥人用来擦屁股的腥臊废物，咱们自己大唐的铜钱都不够用呢。大唐的羊毛绝顾忌在悄然间正式启动。师傅，二娘这便带队北上护市了。其实我是不太希望你去趟这趟浑水的，但你非要请缨，想来是不愿意被狄仁杰那小家伙压上一头。那小屁孩算得了什么？二娘保证，只用咱们西山的这些奢侈品，二娘就能把突厥人手里的羊毛全给干净的炸糕换回来。此去边关，路途遥远且凶险，那些世家难保他们不会在路上狗急碰伤。
这是我昨天就让人加急赶制的防身神器，可连发3件。记住，遇到不长眼的，直接扣动扳机。师傅放心，二娘不会让您失望的。老张，你带着西山左卫的精锐，暗中贴身保护二娘。收到，家主。出发，开饭。这是给我们吃的。别愣着了，今天开学，管够吃，都别往楼里挤了。西山学宫的第一课不在书本上，也不在教学楼里，所有师生今天都要统统下地。今日第一课学习主题就是春耕。这有辱斯文啊！我等读书人的手是用来握笔的，岂能去握那粗鄙的锄头？斯文，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拿什么斯文去填他们的肚子？在西山，不会种地、不懂农桑的人，不配谈治国平天下。苏教头在。大哥，你说林秋这是在折腾什么？咱们不是有青雀造的曲园梨吗？为何还要让人力来翻这等硬土？老三，你不懂，林秋这是在熬他们的性子，杀他们的傲气。这群人里有心高气傲的书生，有恃才傲孤的奇人。如果不让他们亲身经历这等最底层的极度劳累，他们永远不会对这片土地、对大唐的百姓产生真正的敬畏。停，都停下！看看你们翻的这几亩地，连土块都没敲碎，这等粗劣的手艺，若是种下种子，能有几分收成？老铁头，把咱们西山的真家伙拉出来，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书生开开眼。这是何物？梨园竟是弯的！老铁头，请开始演示。这等神器，哇！看清楚了吗？在西山，我们不勘谈仁义。现在，所有人听令，这是陛下看中亩产恐怖的祥瑞土豆，还有高产的红薯主苗。刚才翻好的地，所有人以10人为一甲，按照我教的间距和深度开始切块，拌草木菌，下种覆土，这才是你们在西山学宫真正的修行。诸位，田种完了，现在咱们该谈谈正事了。我宣布，西山学宫开始选课，成才之前要先做人，要懂算账，不做傻瓜。在这里，除了孔大人的儒学和王老先生的算学是必修课，至于其他的学问，全凭你们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选修。你们可以去李泰的工坊学打铁造车，可以去狄志训大人那里学刑侦律法、惩恶扬善，也可以跟着孙道长学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在西山，没有万般皆下品，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真本事，皆为大道。昨夜你们有人看到了载人飞天，今日你们有人也许看到了水流能带动几百斤的一个砸碎石头，又亲眼看到了曲园梨的神迹。你们都以为这是仙家法术，我告诉你们，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没有什么障眼法，有的只是格物致知的物理法则。动滑轮用1半的力气便拉起双倍的重物，这叫力矩的转换。如果你们用心去观察，咱们西山的房屋搭建上就有百姓在用，热空气膨胀，密度变小，产生向上的浮力，足以挑起巨大的气囊，这叫热胀冷缩的浮力原理。我多年来无法突破的击阔瓶颈，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小弟大人，这几天城南的一个废弃大院有些反常哦，每天中午他们都会准时的订30份咱们西山最贵的神级红烧肉套餐盲盒。而且送餐的兄弟说，每次送饭只让咱们把沉重的温猪料放在墙缝根，然后顺着门缝快速的塞出一串足色的铜钱买月票，连找零都不要。城南废宅，30个能吃大肉的壮汉还不露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等做派绝不是普通的富商来长安避嫌。走，老许头，今天中午吾亲自去给这群大主宾送餐。西山闪送，老板，您的30份盲盒到了，出来拿一下。稳。多谢客官。老许头，立刻飞鸽传书回西山，告诉师傅和太子殿下，这里面根本不是什么世家反贼余孽，长安城里藏着一窝全副武装的突厥或告高黎碟子，他们在隐秘藏在这里，应该是意图不轨。具体意图不明，问问师傅咱们该怎么做。仁贵，家主有何吩咐？换上黄马甲，你亲自带队去小狄仁杰那一趟。长安城南那座废宅可能要你跟着。林县南有何吩咐？李统领，你们百骑司号大唐第一耳目，这长安城里飞进一只苍蝇，你们都清楚。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城南的废宅里藏了至10号全副武装的突厥谍，你们对此竟毫无察觉。多谢县南提醒，此等大恩，李某没齿难忘。驾！仁贵，走吧，咱们也跟着去一趟长安。百骑司虽然人多，但那些突厥人既然敢潜伏在长安，必定留有后手，说不定还有其他贼人。怀英那小子经验不够老道，我不放心。仁贵，你带上陌刀和部分西山守卫，咱们一起去给百骑司查6捕月。破门！若欲反抗，格杀勿论。杀！你们顶住，我带着东西先撤。小狄大人，咱们在这鬼地方蹲了半个时辰了，那城南的废宅离这儿少说也有5、6里地，那些突厥人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到这儿来吧？许爷爷，你当人家突厥探子是傻子吗？
既然敢在城南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扎根，必定早就摸清了长安的地下水路。我查过京兆府的旧案，那座废宅的正下方就是前朝大业年间修的一条主排水渠的末端。百奇斯若是从正面强攻，那贼首只要不傻，必定会带着最机密的情报从水渠逃遁。而这条水渠唯一的城外出口，就在这片乱葬皇的枯井里。准备，肥鱼上钩了。终于逃出来了！大唐的百奇坤不过是一群蠢猪，只要带着这些情报回到草原，我就是突厥最大的功臣。是吗？谁？我当是什么埋伏？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小兔崽子！杀了他，别节外生枝！学教头，救命呀！这是大唐的兵器。西山薛仁贵在此，尔等细作奸细，想犯我大唐者，吾虽远必诛之。林献南，今日若非西山元雄，李某这颗项上人头怕是保不住了。李某对此万分感激。李统领言重了，既然人抓到了，卷宗你也带回去交差吧。开动了！太好吃了，师傅，这肉简直绝了！我宣布是继红烧肉外，我第二爱吃的菜了。长安这边的外卖摊子已经基本铺开了，等会儿跟我一起回西山吧。西山学院开学，你也要跟着一起去深造一下。现在，可是师傅，我们现在手中还有几个类似可能是高丽或者吐蕃的细作据点。长安城毕竟是天子脚下，咱们西山外的情报弄得差不多得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西山学宫开学了，我想让你也去学习历练一下。师傅，是不是大师姐走了后，你要给许敬雄大人查账补缺，防止其中饱私囊啥的？懒得弄，所以才让我回去的。瞎说什么大实话！你先前说的那几个奇怪的据点，都报告给李忠，让他去带人忙活去。知道了，师傅，懂你意思。长乐殿下，陛下已经写信过来，允许你们以女学生的身份加入西山学宫了。四子不要上学，四子不想去。上学可有意思了，能跟姐姐们一起，还能学好多好玩的东西。那团子也能去吗？可以旁听。公主殿下，我有一题，有些疑惑，不解。今有物不知其数，33数之胜2，55数之胜3，77数之胜2。23呀，这么简单的问题，用林秋蝈蝈教过我的未知数方程，一眼就看出来了呢。师傅误我啊，他老人家藏私了吗？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皇姐，那本少奶的9次出逃和西厢记，我前些天已经让人偷偷拿去印住处了。高阳，你疯了！若是让李江先生或者孔墓主知道咱们印那些羞人的话本，非打断咱们的腿不？怕什么？本宫已经威逼利了印武场的一个工匠，让他趁着孔老侯晚上睡觉，连夜印了500册精装版。我已经准备通过西山闪透的隐秘渠道，把这些书半卖半送进长安各大世家清流官佣后院。这也太大胆了！爹，女儿不嫁了，那李家的公子木讷，根本不配女儿的这番深情。孽障！你这是看了什么淫邪的毒书？女儿要嫁，就要嫁像书里那个王爷一样，要嫁给那种霸道宣示主权的盖世英雄。来人，给老夫搜，把那些伤风败俗的破书全给老夫找出来烧！老爷，这纸是西山制造的，坚韧异常，根本撕不碎啊！林秋，怎么又是你？闹什么闹？打扰本夫人看书。老爷又晕了，快来人呐！不错，孺子可教。这等浓厚的相学之风，我大唐文道大兴指日可待呀！这岂有此理！高阳殿下，高阳，你上次印的那些书，长安城里的姐妹们可喜欢了，都传疯了。他们还偷偷托人问我什么时候有下卷。听说这玩意儿现在卖的可贵了，一卷快1贯铜钱呢。那是，本宫出马自然是手到擒来。等过几天孔老头放松警惕，本宫再让那公殿下，你们竟然私动国之神器，印刻这等荒谬淫秽之言！老夫今日定要行使太傅之责，打你这个败坏大唐文风的家伙！站住！废话，略，本公主要先来被你打吗？站住！公主当体态端庄得体呀！救命啊！谁快救救本宫呀！站住！林献南，你今日若是敢护着他们，老夫连你一块儿打！孔大人，误会，都是误会，先别打。您先用点早膳，气大伤身呐。孔大人，这叫生煎包，外焦里嫩，鲜美无比。您尝一口，保证您什么火气都没了。哼，林秋，你休要贿赂老夫，老夫就先吃一口，吃完再教训你们这些不孝之徒。别急，孔大人，这生煎虽然鲜美，但吃多了容易上火。您再尝尝这个，能清热降压的甜，粘盘粘块却不粘牙。孔大人，请。
好，这等温润的甜点当真有平心静气之奇效。孔爷爷，我能吃这个吗？大唐皇帝陛下，去年我吐蕃赞宗松赞干布曾遣使携重金入长安，诚心求娶大唐公主，以结两国秦晋之好，共保边境安宁。可惜当时陛下以公主年幼为由，婉拒了我国好意。如今高阳公主、陈阳公主皆及第，我国赞普对大唐的仰慕之心日月可见。但在此，外臣听闻，昨日大唐百旗司无故抓捕我国在长安正当经商的吐蕃子民，陛下若不给吐蕃一个交代，雪域高原的10万铁骑开春之前将顺着松州直下。到了时候，大唐刚立吐谷浑战，又遭雪灾，国库空虚，这刀兵之祸怕是不好收场了。放肆！区蛮夷，竟敢在天子面前大放厥词，威胁大唐！卢国公息怒，抗衡交战，生灵涂炭。如今大唐刚过兵灾大雪，百废待兴。陛下若能以和亲，辅以一些许工匠农费作为陪嫁，换取边关太平，让大唐得以休养生息，此乃保全社稷之上策。微臣斗胆猜测，这定是某些人在西山拥兵自重，野蛮杀戮，才来这等头天大祸，险些陷入大唐于不义啊！请皇上圣裁。和亲之事，容后议。朕有些恍然了，不若暂且先退朝。林秋哥哥，思儿不要姐姐去那什么吐蕃，听说那里的人都不洗澡，还要吃小孩。和亲？他们竟然要本宫去和亲？我大唐的男儿都死绝了吗？居然要靠我们这些弱女子去换取那些世家贵族口中太平？高阳，你哭个什么？姑和父皇还没死呢。和亲？我大唐的公主只嫁顶天立地的英雄。那群只知道计较自家利益的世家老狗，想用女人的清白去换他们的荣华富贵，做梦！高阳，别哭了，把我大唐公主的威仪给我参加来。安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他们最多把一些世之女，比如李道宗那群女儿，弄个什么文公主成亲。陆东侧下朝后找到陛下进言，他言称若是高阳公主不行，兰陵或者新明公主也可以。他说他们陛下可以等。薛仁贵，你人死哪儿去了？去喊上小狄仁杰，让他今天穿着配备十字弩的守卫跟我们一起走。薛仁贵，刚才这货还很淡定来着，一提到兰陵晋阳，你翻脸比猎狗龇牙还快。那个十字弩给我也来一把，我看到青雀打造时候的厉害了，到什么时候真要忍不住怒火，我准备一剑杀死几个使臣玩玩。左边这个有剧毒，右边这个也有剧毒，还下毒，都跟谁学的这种不良嗜好？还是拿我的吧，我这个我自己配的，比较好解毒一点。青雀那个是孙道长坐下那童子偷配的，把控不好剂量，不好解毒。你们俩都是什么好东西？陛下，吾等既已经制定了年后征战西突厥的计划，如果吐蕃到时候横插一脚，就是大唐祸事。不如找个宗室女，许以文成公主之名和亲，绝对不能和公主和亲，就该打。报！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西山县男林丘得知吐蕃使者要求后大怒，正率数十轻骑与突袭弩从西山直奔长安，疑似要找吐蕃大相个说法。王德，把那群臭小子带去陆东赞等使者的休息地。府基不是在招待吗？让那群小子收敛点，别闹出人命就行。诺。诸位且不出声，随我悄悄去看看那群臭小子们是怎么大闹灵德殿。我大唐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就是，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蛮夷敢来我大唐的朝堂上撒野，真当我大唐的刀不锋利锋？就是，谁提的和亲？回家让你家女儿来和，我绝对上书陛下力挺，将她赐为宗室女。林丘，此乃庄严庙堂，岂容你一个县男大呼小叫，硬闯灵德殿，冲撞外国使臣，意欲为？原来你就是陆东赞，我当是什么3头6翼的人物，哎呀，原来也只是个在雪山上放羊的未开化野。长孙司空，这就是大唐的待客之道吗？我们带着诚意来了，大唐纵容狂徒辱骂使臣，看来大唐是铁了心要与我吐蕃10万勇士在战场上见真章了。你一县男竟然敢辱骂我国使臣！长孙司空，此等狂徒目无朝堂，若不严惩，大唐天威何在？老夫敢动他，屏风后方那护犊子的暴君能当场扒掉老夫的皮。本官只见有人为大唐公主作战一直言，没有见到有什么藐视朝堂。好，很好。既然大唐太子和这位公子这么自信，那外臣在这里有一个我吐蕃大雪山上神明留下的3箱生死局。若大唐有人能解开此局，外臣立刻返回高原，和亲之事绝口不提。但若解不开，那就请大唐乖乖送出公主，再赔上10万贯的嫁妆。不然，开春之后我们战场上见。怎么个玩法？华夏到了，说来听听。这3个箱子
其中一个里面放着象征我国赞普最高的敬意的九眼天珠，而另外2个箱子里放着的是我雪域高原最毒的冰蝮蛇。你们大唐可以派任何人，现在这3个箱子中任选一个，选定之后不许打开。然后我作为知道底效的人，会在你们没有选的那2个箱子中打开一个必然装有毒蛇的箱子。此时场上只剩下2个未打开的箱子，另一个是我没打开的。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最后打开的是天珠，大唐就赢了。若是毒蛇，和亲之事便由不得你们了。既然他排除了一个必定是错的箱子，那剩下的2个箱子2选1，换或者不换，猜中的机会不都是1半对1半吗？这有何区别？这根本就是个碰运气的死局。这蛮子是在耍诈吧？既然剩下的机会是1半1半，换不换有何意义？什么？堂堂大唐满朝文武，连这点胆量和智慧都没有吗？这可是神明定下的游戏，选错了可是要死人的。这个在后世被无数人争论过，大名鼎鼎的概率学经典3门问题，竟然被这个土拨大象包装成了神明赌局拿出来显摆，这简直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华英，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蛮人上一课，告诉他们，在咱们西山学宫，这种题连幼儿园的入学考试都算不上。必须换，不换是傻子。这黄口小儿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剩下2个箱子2选1，分明是各占1半的胜算。这若是选错了，大唐的颜面何存？既然你说的如此笃定，小娃娃，那我们就连赌3局。本相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每次都能选中。3局2胜就是5局3胜，小爷我也陪你玩到底。第1局我选左边，小娃娃，你换还是不换？换，我选右边。第2局我选右边，换不换？不换，算了，骗你的，换。第3局我选左边，换不换？换右边。输得彻彻底底。怪物，大唐的人全都是怪物，连个5岁小孩都这等厉害。滚！若是全都似他，我吐蕃今后……师傅，我没给你丢人吧？刚那局不算，在草原，在战场上，能决定一切归属的只有刀剑和鲜血，谁敢与我一战？蛮夷找死！人贵且退下，杀鸡焉用牛刀。青雀，你上。林秋，你疯了！青雀连只鸡都没杀过，你让他去跟这等凶人搏斗？实在不行，我陪着你一起上呗。好你个林秋，算你狠！风紧扯腰，青雀快跑！土伯伯子，时代变了，在西山的改变下，大唐已经不是过去的大唐了。你们那些引以为傲的军队和蛮力，连个屁都不是。痛快，太痛快了！时代变了，说得好啊！好一个时代变了！臣等参见陛下。刚才是谁说要送朕的公主去和亲的？给朕站出来！朕的大唐如今粮食封闭，土豆这等神物，盐煤水泥金刚利刃，朕凭什么要向这帮蛮夷低头？回去告诉松赞干伯，和亲痴心妄想，要公主拿他的人头来换。传朕旨意，大唐30万铁骑即刻装备西山宜兴式连，待整个大唐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之时，朕要踏平吐蕃王庭。大唐万岁！陛下万岁！陛下，林献南与2位殿下虽有苦劳，但携利器擅闯金轮宝殿，血染宫位，更是重兵伤人。朝堂法度何存啊！一群废物！蛮夷在堂上耀武扬威时，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倒想起来法度了。罚俸半年，降职2级。我有国府，林丘、李承乾、李泰尔等无视朝堂法度，携带兵器擅闯大殿，确实狂妄至极。朕若不罚，何以服众？来人，卸去他们的兵器，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账东西打入大理寺天牢，听候发落。父皇，儿臣冤枉啊！臣遵旨。完了，这下真完了！孤堂堂太子竟然沦落至此。林秋，父皇这是什么情况？咱们明明立功了，怎么就被打入天牢了呢？这下好了，我西山好多事情没有做呢。我还打算仔细研究一下你昨日交给我的那个所谓滑轨设施，那个很有意思。慌什么？你们2个猪脑子，看不出陛下这是在保护咱们，顺便演戏给世家看吗？陛下他们最近绝对有大久做了，怕我们几个坏事罢了。西山那堆破事儿我都操心死了，每天不是算账就是画图纸，正好在这里多几天清闲。操心？你这个甩手大掌柜，事情不是武余做，就是许敬宗做，再后来都是小狄仁杰和我们去做。你每天带着世子兰陵等人到处游山玩水。就是，你还把那什么大鹏恒温技术一股脑溜给姑，弄得姑最近头都大了。林献南，2位殿下受紧了，陛下交代了，委屈3位在这住2天，3位千万别饿瘦了，有什么需求直接说。这点东西是陛下特意吩咐小人点的西山外卖来着。这是父皇，这是……陛下的意思很明确，好好坐牢，别闹，好吃好喝伺候着，等外面的戏演完了，咱们就出去。这牢做的比我在宫里还舒坦。敬父皇的良苦用心，敬大理寺天牢。承乾、青丘，反正陛下只是在世家面前做做样子，估摸最多2天就会下旨放咱们出去。咱们待在这儿也是浪费时间。走，咱们越狱去。林秋，你疯了！这可是皇家天牢，擅自逃脱罪加1等啊！有何不敢？反正父皇也知道咱们不是真犯人，咱们悄悄溜出去。待在西山好久了，姑都许久没有逛过皇宫了。
老大，太子殿下他们貌似越狱了。哎呀，今日这酒真带劲儿！人之初，性本善。哎呀，我肚子疼，我要去茅房。这大唐的越狱未免也太草率了吧？这哪里是越狱，分明是 VIP 专属的免安检通道啊！大哥，林秋，咱们去御膳房弄点贡酒吧。听说父皇新得了一批高窗的葡萄酒。母后，娘娘，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天牢内情况，本宫自然不知。是你那位小徒弟狄仁杰，他派人送食材后，敏锐猜到你们几个混世嬷嬷可能会越狱，于是本宫便收到了消息。叛徒特务！行了，外头风大，都随本宫去立正殿吧。跪下。皇后娘娘，都是太子殿下和清阙殿下的主意，微臣是无辜的呀。程前，本宫看你是去西山跑了一趟，性子野了，胆子也肥了。堂堂大唐储君，竟然把天牢当成自家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还敢伙同他们越狱！你这般跳脱轻浮，毫无敬畏之心，视国法如儿戏，日后如何能承担起这大唐江山社稷？母后息怒，儿臣知错了，儿臣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滚去偏殿，把贞观正墨和宫廷礼遇给本宫抄写100遍，不抄完不许踏出立正宫半步。从明日起，你给本宫重新学规矩。还有你清阙，你那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你真是奇蠢如猪！林秋随便一撺掇，你竟然敢拿这个没上过战场、不知底细的暗器去跟吐蕃第一勇士玩命！你是个亲王，是千金之躯，你若是有个3长2短，你让本宫和陛下怎么办？你真是气死我了！母后息怒，那10字连弩威力惊人，那吐蕃蛮子连儿臣一脚都没碰到就趴下了。少跟本宫来这套，不管兵器多厉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道理你不懂吗？你也给本宫滚去和程前一起学规矩。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时候再回西山搞你那些活？林献南，赐座。谢娘娘。林献南，本宫听说你让那个14岁的女弟子，据说叫什么武家二娘，亲自带队去了北方边关护市，甚至连那所谓的羊毛绝户记和庞大的商队，也是她在全权操盘。回娘娘，二娘虽然年幼，但心思缜密，且在商业筹划上有着惊人的天赋。西山相关产业交于她打理，微臣很放心。这小丫头有本宫当年的几分影子，是个厉害也有野心的角色。听说容貌出众，若不是你将其收为弟子，我真说不定会在为陛下收秀女时招她入宫。西山产业交在你们师徒手里，本宫放心。你是个绝顶聪明之人，陛下之所以把你们关进天牢，甚至本宫连夜将你们抓回立正殿，绝不仅仅是为了做戏给世家看。陛下是在清场，也是在隐秘的保护你们。保护我们？娘娘，世家门阀们难道在这长安城里还有谁敢嚣张到刺杀太子和亲王？100年王朝，1000年世家。林秋，你真以为大唐真正的阻力只是那些在朝堂上跳脚的世家官员吗？真正隐藏在大唐机体深处的并治有许多，有些纳税不服役，却占据着天下3成高余的良田；有些用所谓的信仰吸食着大唐国库的血肉。陛下欲对西突厥、高庄等西域诸国用兵，彻底打通丝绸之路，将西域的版图纳入大唐的掌控之中。但场浩大的灭国之战需要恐怖的钱粮支撑。世家的底蕴已经被咱们压榨许多，国库虽然有了土豆，但军费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世家的钱已经不够填西域的窟窿了，陛下准备对佛道两教举起屠刀了，所以这几天老老实实待在宫里，外面的事交给陛下。大唐初年，佛道两教势力盘根错节，拥有无数狂热信徒和武僧道兵。一旦朝廷强行派兵抄家灭门，那些被逼入绝境的寺庙道观必定会掀起一场席卷天下的内乱。娘娘不可！林献凡，你莫非要替那些吸食大唐血肉的蛀虫求情？微臣绝无此意，微臣只是觉得杀人乃是下乘，诛心间搜刮才是上乘。若是强势动刀，大唐必生内耗。哦，微臣有一计，不用调动一兵一卒，便可让他们乖乖把钱粮和土地吐出来，甚至还能为大唐的基建和西征提供无数免费的劳力。你有何妙计？娘娘，微臣有3策。第一步，度牒考试制。朝廷宣布，所有和尚道士必须从考取官方发放的度牒，无度牒者视为流氓黑户，强制还俗充军。而这度牒考的内容，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考经文佛法，考什么？只考我西山出的算术出钱和大唐防疫指南。若是连加减乘除都不会，连喝开水能防瘟疫都不懂，有何资格普度众生？考不过的，全部打发去修路、种土豆。第二步，香火力进税。寺庙道观的田产按阶梯收税，占地越多，税率越高，逼他们主动吐出土地。同时，所有金身佛像、大型铜钟必须依法登记造册，严禁私自铸造，违者抄家。朝廷可借机将民间的铜铁合法收归国库，铸造兵器。第三步，科学破迷信，利用西山的玻璃、火药和医学等知识，在长安城公开戳穿一些假道士神棍、呼风唤雨、符水治病的把戏，彻底摧毁佛道两方的禁徒基础。没了禁徒的盲目供奉，他们就是没牙的老虎。好一个双轨阉割术，此计甚妙，本宫这就去禀明陛下。不过这改革的刀虽然钝，但割起肉来依然会疼。玄奘和袁天头金都在你西山，你要如何让他们乖乖就范？微臣这就连夜赶回西山，去做这个得罪人的恶人。林秋蝈蝈，
你跟青雀蝈蝈去了皇宫那么久，四子还以为你被父皇留在长安不管四子了呢。听说你跟程前和青奇被当朝打入天牢，给我们都吓了一大跳。看来是消息有误。消息为误，我和程前和青底是从天牢越狱出来的。林秋蝈蝈怎么会不要四子呢？蝈蝈在长安可是给四子带了好东西回来的。不过蝈蝈现在有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办，四子殿下快和姐姐们回屋睡觉。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全天下最好吃的早膳。怀英，在。怀英，你亲自去把玄奘法师和袁天罡、李纯云2位统统给我叫到这里，就说本仙南有要事相商。2位国师，玄奘大师，陛下西征在即，国库空虚，你们2教占据了天下3成高域之地，藏匿了100万不纳税的信徒和人口。大唐的屠刀已经悬在你们的头顶了，这是我为你们争取来的唯一活路。交出土地、人口，接受度牒考核，登记所有金身法器。签了这份契约，你们还是大唐受人敬仰的高僧和巫师；不签，明天一早开始，陛下就会立刻拿天下的许多寺庙和道观开刀。林施主，你这等严苛的考核与重税，是要断了我佛门的香火传承啊！我佛门信徒遍布天下，若是强推此法，必会引着信众群情激愤，天下大乱。林献南，我道门自大唐开国以来，立过无数汗马功劳，你这般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毒计，简直是欺人太甚！你就不怕遭天谴吗？老道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在这份契约上签。对，我道家讲究顺应天道，岂能受你这等粗鄙算学和依礼的考核侮辱？天意、神明、信徒。袁道长、李道长，你们道家炼丹求仙1000年，可曾炼出过如此恐怖的钢铁洪流？大唐的江山，大唐的盛世，是靠着炉子里的铁水浇筑出来的，不是靠你们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保佑出来的。玄奘大师，你口口声声说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你且透过这镜片，去看看那病患伤口上密密麻麻的微虫。你们就算念1万遍《金刚经》，敲破了木鱼，能超度这些夺走千万大唐百姓性命的疫病之源吗？孙思邈道长用我西山提纯的青霉素，一滴便可杀尽千万病菌，将濒死的烙兵从鬼门关拉回来。这才是真正的救死扶伤，这才是真正的普众生。神仙救不了大唐饥荒，佛祖也挡不住边患铁骑，只有我西山的土豆、高炉、霍药和石学才能。陛下需要钱粮打通丝绸之路，大唐需要资源去开创万世太平。你们若是不想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鸡肺，不想让无数信徒为你们的固执陪葬，就乖乖的签下这份契约。这是你们的信仰，也是你们唯一能活下去，甚至融入大唐未来的路。阿弥陀佛。3位大师辛苦了，夜深寒重，我去做碗热汤，给大家暖暖胃吧。丁，恭喜宿主制作出100分神级开水白菜。3位请用吧。这看似清澈见底的汤液里，竟然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恐怖的醇厚与咸，老母鸡的鲜，火腿的浓，干贝的海味，层层叠叠，完美的在口腔中爆发开来。但偏偏它又是那么的清爽解腻，没有一丝一毫的油腻与浑浊。林施主，贫僧悟了，这治国也好，修道也罢，看着繁花似锦，但若是不剥滤去那些虚伪的泥塑金身和繁文缛节，最后沉淀下来的，只有这碗真正能滋养大唐百姓的清汤，才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理啊！玄奘，你怎么又悟了？青雀，别睡了。母后说这些抄不完，不给睡觉。皇兄，你不说林秋那小子很快就能来陪我们吗？咋都这个点了，他还没来？不会母后就没有惩罚他吧？不可能。皇兄，我感觉林秋那庶子是真自己跑了，丢下了我们，这货是真不讲义气啊！青雀，为兄是不会放过他的。你等我抄完，明天姑就带几本拓本回西山，就说母后让他抄写的，让他也尝尝抄书的滋味。你快点出来呀！殿下们，这一大早的，这是要做甚？林凤玉，今日天气如此好，我们姐妹几个在屋里闷得慌。听说西山后头有一大片竹林和向阳的草坡，此时想必野菜和春笋都长出来了。我们在宫里从未体会过寻常百姓家踏青采摘的乐趣，不知林凤玉可否做个向导？就是，成天待在这院子看孔老头那张臭脸，不就是看印了几本书吗？天天说的本宫都要发霉了，快带我们去。行，既然大家都有兴致，今天早课就免了。走，本县男带你们去见识见识什么叫大唐农家乐。哇，这就是春笋吗？好可爱呀！四子，让开点，看本宫的。哎呀，高阳你慢点儿，这等仙物都被你糟蹋了。团子，那个是四子要给林秋蝈蝈做菜的，你不许偷吃。师傅，这西山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能让金枝玉叶放下身段挖野菜，能让大儒放下戒阵学算术。您这格物致知的道，比孔孟之道还要厉害。少拍马屁，别以为亏虚为师就不用干活了。咱们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摸几条鲫鱼上来。林
林秋接母后懿旨。林秋，你丢下我们兄弟俩自己跑回来，这笔账今天得好好算算。等，那是什么？母后说了，你在天牢越狱，虽然是从犯，但也得罚。这是贞观政治和宫廷礼仪的抄写本，一共100遍，姑和亲姑各抄了50遍，这份是你的。你们2个抄了3天的东西，让我一个人抄1遍。我们抄的是原件，你抄的是拓本。母后说了，这叫连坐。林秋蝈蝈也要罚抄书了吗？四子可以帮你写几个字。哎呀，咱们无所不能的林大巨指，今天也要体会一下被夫子打板子的滋味了。哦，长孙皇后的懿旨，2位殿下，演戏也得演全套啊。这分明是咱们西山印主子昨天刚出的极品主旨，长孙娘娘若是下旨，用的应该是宫里的诚心堂旨，或是上等硬黄纸吧。其次，这上面的墨汁都还没干扣，甚至清阙的袖口上还蹭着一大块墨迹。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你们俩这熬夜过度的虚弱模样，怕是在立正殿被娘娘逼着抄了1宿没抄完，偷跑回西山，想拿这几本空白册子拉我当壮丁替抄吧。太子蝈蝈和青雀蝈蝈好笨呀，被林秋蝈蝈识破了。就是自己受罚还想拉林秋下水，你俩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面。你胡说！今天太子殿下负责洗笋和祭菜，魏王殿下负责劈柴烧火。你们俩要是干不完，今天中午的江南第一鲜，你们就只能站在门外闻味儿了。青雀，小火慢慢烧，这道菜的精髓就在这个都字上。火大了汤就浑了，火小了味儿出不来。好香啊，林秋，这汤到底放了什么食材？怎么能鲜成这样？比皇宫中炖的鸡汤还要浓香百倍啊！我的老天爷！开饭！太鲜了，这汤本王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鲜肉的醇厚脂香与春笋那种清脆甘甜的口感在舌尖完美交融，鲜肉的嫩滑，百叶的豆香，所有的味道层层叠叠，仿佛将整个江南的春天粗暴却又温柔的揉碎了，化作这一口极致的鲜汤。林秋蝈蝈，四子觉得今天自己亲自挖的柿笋，加上蝈蝈的手艺，做出来的美食比往日格外好吃呢。是啊，若是日日都能有这等闲情雅致。刚刚光顾着吃，差点忘记正事了。娘娘的信是道佛两家的事情。道佛两家怎么了？母后传来消息说，世家余孽还有那些保守派大儒，他们要求在半月后即将举行的科举春闱中严查考生的籍迹和所学渊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全面封杀所有在西山学宫学子，剥夺他们的科考资格。凭什么？咱们学的是能修路筑坝、能计算国库钱粮的真本事，凭什么不让咱们参加科考？世家这是要把咱们往绝路上逼。若是不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难道真要回乡下当一辈子泥瓦匠吗？慌什么？天塌下来有本气酒给你们顶着。他们不让咱们考师傅经义，那咱们就不考。咱们学的是格物致知，是算术刑侦，谁稀罕去跟他们比？太子殿下和翼王殿下都准备联名我西山学宫全体师生上书陛下。既然世家把持着明经科，那咱们就让朝廷改制，让天下人看看，到底是他们那些只会写酸诗的能治国，还是我西山这群懂水利、懂钱粮的实善家能强邦。祭酒威武，吾等愿誓死追随祭酒，以实学叩开朝堂大门。明算科、明法科，西山必胜。诸位，距离春闱还有半月，你们给我死磕算学和律法。1周后，本祭酒将在西山为所有即将复考的西山学子办一大唐绝无仅有的壮行大宴，敬咱们西山学子一飞冲天，金榜题名。李克殿下，吃饱了的话，跟我去后山溜达溜达呗。我打算给你安排个有技术含量，能让你深刻体会民间疾苦的实战课。有事找我，林先生尽管吩咐。李克既然来了西山，便不怕吃苦。好气魄，走着。林秋，难道你说的实学就是让我来养猪？大唐的豚肉为何腥臊难以下咽？因为他们体内有股浊气散不出去。只要在他们小的时候把那碍事的东西割了，这猪变成小太监后，不仅性情温顺，长得膘肥体壮，而且肉质肥美，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腥臊味。林秋，你让我堂堂皇子来学这种下三滥的阉割之术？老张，带2个人去抓一头小公猪过来按住。是。老三，睁大眼睛看好了。什么叫快、准、狠的艺术？大哥，林秋这手艺，他以前要是进了宫当净身房的管事，怕是早就混成内侍司大总管了吧？妙有，精妙绝伦啊！你刚才下刀的准头，那避开主要血脉瞬间止血法子，这可是能保命的绝技。再看那边，再看那边，那在宫棚的另一侧，女工们正用熟练的手法使用着木纺车。将一件件羊毛衫制造、打包、分装，看到了吗，李克？你读了10几年的圣贤书，总想着以德服人，以仁义教化天下。但你看看这些百姓，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连冬天御寒的衣服都没有，他们拿什么去听你的大道理？阉猪是为了让百姓能吃上便宜没有骚味的肉，他们在漫长的冬天里不至于饿死。这些被世家权贵和酸腐文人视为粗鄙的建议，才是真正撑起大唐这座巍峨宫殿，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坚实基石啊！谢林秋先生教诲，学生李克
受教了。被父皇赶到西山这些天，又是弄水泥，又是腌猪的，感觉如何？皇兄，臣弟以前在深宫之中，只知捧着《论语》上书高谈阔论，自以为懂得了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殊不知那些冠冕堂皇的文章，若是不能让百姓碗里多一块肉，身上多一件御寒的冬衣，那便全是废纸一堆。这西山的泥水，这工坊的铁锤，才是真正能撑起大唐脊梁的实学。皇兄，我悟了。什么悟不悟的？李库你在正好。李张先生有些身体吃不消，今天我就正式给你安排个差事。咱们西山学院现在三教九流龙蛇混杂，孔老先生管算学，小狄仁杰和许敬忠等人管后勤。但这些学子和奇人异士个个心高气傲，若是没人镇着，迟早要出乱子。从今天起，你就是西山学宫的纪律督导，不管是谁，只要谁敢犯了学宫的规矩，不按时上课，不认真做工，你都给我狠狠的抽。学生领命，定不辱没先生威名。儿臣李承乾恳请今年春闱大考，除传统的明经进士科外，增设明算科、明法科以及明工科。此外，儿臣恳请父皇废除考生必须由明士大儒举荐的旧制臣科，凡我大唐子民，无论出身寒门还是工匠市井，皆可自由报考这3门新科，以才取士。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康，科举乃国之伦才大战，考的当是圣人之言，选的是能教化万民的正统儒生，算学百工皆是市井店役奇迹虚化的小道。若让这些满身铜臭、不识经义的泥腿子登堂入室，大唐朝堂岂不是要沦为公坊作坊？臣等附议，太子殿下定是被西山那个林丘蛊惑了心智。若朝廷一意孤行，天下读书人必将心寒。这朝堂之上，谁还愿意与那些打铁算账的粗鄙之徒同朝为官？有辱斯文，奇迹于术。睁开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西山学宫的学子用他们所谓的剑艺小道，仅花了半天时间就算出来的大唐各州县去年的钱粮损耗和修路土方，而你们户部算了1个多月都没算清，甚至还给朕算出了10几万贯的糊涂亏空。这就是给你们治国的本事！许元离、4轮重卡马车、蜂窝煤，甚至那以毒矿盐化为食盐，哪一样是你们这群背4四书5经背出来的？大唐要强盛，要威震四夷，靠的不是你们整天在朝堂上吟风弄月、党同伐异，靠的是能修河筑坝、能打铁造枪、能让天下百姓吃饱穿暖的实干家。传朕旨意，今年春闱增开算学、律法、格物3科，不问出身，不需明题举荐，只看真才实学。谁若再敢以辞职罢考相要挟，阻挠大唐强盛，朕成全他，立刻给朕滚出这太极殿！县南城里几家最大的佛寺和道观突然闹出了不少动静。西市的普光寺说他们大殿里的佛像夜里流了血泪，城南的清虚观那棵枯死100年的老槐树竟然在半夜凭空燃起了幽蓝色的鬼火。还有个叫法空的高僧，当街将手伸进滚开的油锅里捞铜钱，身上毫发无损。他们借机煽动百姓，说朝廷推行什么算学百工的新科举，继而触怒了上苍。他们还说我西山学问是要挟将士，要遭天谴的。那些普通百姓本就信神信佛，现在被他们这么一吓唬，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说长安百姓要一起来砸了咱们西山学官。佛像流血泪，枯木生鬼火，下油锅捞钱，好老套的一些道佛把戏。这些玩意儿在后世都被揭秘烂了，也就在如今的大唐能糊弄糊弄没有开智的百姓了。道佛两家果然不甘心就此上交如此巨大利益。玄奘大师的信誉可以保证，至于袁天罡和李淳风是怎么跟道门商量的，就不知道了。用大量免税田产和隐秘人口的信徒们来反抗，那就要做好被西山和李二无情反扑的准备。县南，这事儿不简单，大唐的佛道两家势力盘根错节，若是他们真的用神明煽动起民变，就算是陛下，恐怕也难以直接派大军去镇压屠寺杀僧，否则会动摇国。屠寺杀僧，那太粗暴了，也不符合咱们西山学宫讲科学、讲道理的宗旨。对付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那层神秘的面纱撕下来，按在地上狠狠的摩擦。李库，喊狄仁杰一起过来一趟，来活了。先生有何吩咐？长安城里有几个秃驴和老道在装神弄鬼，想砸咱们西山的招牌。华英，你不是一直嚷嚷着在西山无趣，想办大事吗？今天师傅交给你个任务。师傅放心，这等拆穿障眼法的小事，简直就是为徒儿量身定做的。李克，你带100名左武卫精锐保护华阴进城。既然陛下把你交给我，我僭越一下，便随手使唤你了。今天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去告诉长安城的百姓，道佛两家在耍些什么猴把戏。学生领命，今日定叫他们现出原形。善恶有报，天道轮回。近日朝堂推行那西山妖学，重用剑艺工匠，此乃逆天而行，佛像流血，便是上苍之怒。今日贫僧便以这肉体凡胎入这滚沸油锅捞取铜钱，以证佛法之无边，以警醒世人，切莫被那西山妖孽蛊惑。神迹，真的是神迹啊！佛祖保佑，西山之学定是妖法，会遭天谴的。西山妖人们还要祸害我大唐贫寒学子，这简直不能忍！对，不能忍！阿弥陀佛，这位小施主，此乃佛门禁地，你带着军卒强闯，可是要触怒佛祖的。佛祖，小大人不要！连根毛毛都没伤到。这怎么可能？诸位，这锅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油，它在锅底倒了大量的陈醋，醋的沸点比油要低得多，火一烧，醋先沸腾了，看着像是油锅滚开了，其实上面的油温根本不高，只要手伸得快，这温度连烫破层皮都做不到，这是很浅显的化学知识，不是什么佛法。你个黄口小儿，休要胡说八道！我佛慈悲，那城西普光寺的佛像流血泪，城南道观的枯木生鬼火，难道也是假的吗？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你们要看神迹，那本王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大唐真正的实血神迹。你们说佛像流血泪是上天警示，那不过是有人在佛像上偷偷涂了姜黄汁，然后用草木灰水浇上去罢了。林宪南说这叫什么酸碱变色粉，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见到。至于你们说道观枯木生幽兰鬼火是天谴，林秋说这玩意儿叫白磷，只要温度够了，它自己就会烧起来。他们勾结世家，想毁了能让咱们吃饱饭的西山学宫。骗子，这都是骗子！痛快，痛快，痛快！第一，颁布杜嘴清查令，所有僧尼道士必须重新考核大唐律法与基础算学，不合格者一律强制还苏。第二，推行4罐田产核算口，清查饮溺米都不能少。第三，将那些被这个茶神弄神弄鬼脸切和尚假道士全数发配去长安周边修水利路，以赎其罪。干得不错，不过淮阴还要多加磨练。李克，你也别骄傲，继续去盯紧学宫里那帮勋贵的纪律，谁敢套课，照打不误。尤其是程楚灭和尉迟宝林那两货，天天套课去狩猎啥的，学生领命。对了，你自己的学业也不能落下。孙道长，你们这眼睛一到晚上就又不好使了。老道这是犯了雀目之疾，正是一到夜晚或者光线暗处，双眼变如覆白翼，视物不清。历代医书对此业无良策，不过我已经对于治疗此症有些许感悟，正在逐步完善尝试中。什么绝症？不就是肚子里缺了点东西吗？孙道长，你们先坐着，今晚我亲自下厨，给你们治治这雀目。吃顿饭就能治好历代名医都束手无策的雀目？切，好香！这是什么香味？来，孙道长、老张头，趁热吃。好吃，过瘾啊！夜盲这个词形容的倒是通俗贴切。孙卓却我习惯叫它夜盲症，而是因为百姓平时连口肉都吃不上，体内缺乏一种名为维生素，也就是只有在动物肝脏、胡萝卜等特定食物中才有的精华之气。只要连续几日食用这猪肝、羊肝，配合西山种出的一些绿叶菜补充营养，这所谓的绝症便能不药而愈。林宪南，若是军中普及习食用动物肝，不错。大唐铁骑在夜间也能视物如白昼，若遇战事，夜袭敌营，我们的士兵如履平地，而敌人若是患有夜盲，便大多是瞎子。孙道长，这才是今晚真正的重头戏。士兵在战场上被刀剑砍伤，疮口极大，大夫们只能撒点金疮药，然后用布死死勒，极易失血过多或伤口崩裂感染。这套外科缝合技术配合可被人体吸收的羊肠线，能极大减少死亡率。羊肠线提纯技术我已经附在后面，道长您有空可以试试。林宪南，这一日之内，你先是给了老道治1千万百姓夜盲的良方，又给了老道救扶伤的外科神技，这等恩德，老道无以为报啊！道长言重了，您老的千金药方才是真正的济世之作，这些东西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天不早了，您老早点休息，明日再研究不迟。长安城最大的几家寺庙方丈和道观观主来到宫门外高声请罪，表示愿意全盘接受朝廷的度牒考核，并主动补齐所有寺庙道观的田产赋税。敲打的差不多了，若是逼得太紧，难免生出其他乱子。长安百姓几为他们惊吓愚弄，这股怨气总得找个出口发泄。他们愿意倾重各大寺庙和道观库房的钱财，联合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水陆法会，全当是为大唐新政祈福，更是给长安百姓赔罪。长安城今夜取消宵禁，金吾卫撤去各方坊门的阻拦，将这场盛大的水陆法会当成元宵灯会般彻夜狂欢。西山全体师生都给我把手里的笔放下，科举在即，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但死读书是考不出好成绩的。我宣布，我想谢开恩，今夜长安城取消宵禁，举办盛大灯会和水陆法会，所有人进城去玩、去吃、去放松，全当是考前最后的狂欢。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好呛的味道，但这香味怎会如此勾人？这红烧肉是什么肉？竟然味道也如此鲜美，入口即化。这酸菜粉条是啥？也如此好吃，过瘾啊，过瘾！此饭食堪称人间绝味。老夫活了50岁，头一次吃到这种美味。再给老夫来10份打包带走。要想多买，你可以去西山闪送订购，今日的现场美食全部限购1份，而且免费。别急，给我留1份红烧肉。那粉条和酸菜给我盛慢点，我出双倍价钱。先生，未别急，我也想要吃。我乃是大唐王妃，谁踩我鞋子来？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嘴上喊着有辱斯文，数你挤得最快。我怎么似乎听到李克的声音了？兄桃，你听错了吧？今天收摊了，想吃的话，明天西山闪送下单。师傅，今天这顿比在学宫里吃的还香。那是你抢来的，格外香。张校尉，你们夜里行刑，不用人搀扶了。殿下，多亏了宪南，连吃了2天宪南做的泡炒猪肝等美食后，10几年了，俺这眼睛没在夜里看清过东西，俺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满街的花灯，看到了大唐的繁华呀！哟，诸位快看，那不是西山学宫的泥腿子们吗？还真是西山那帮打铁算账的粗鄙之徒。怎么，若考奇技一怪，我等甘拜下风。可今夜是长安诗会，你们西山学宫的人懂得什么叫平仄押韵，懂得什么叫风花雪月吗？尔等只知吟风弄月，不知民间疾苦。有胆子便在诗词上见真章。郝马周，听说你是西山第一狂生，
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世家的底蕴。华灯初上耀高空，曲水流波漾晚风。莫道长安星汉远，繁华尽在锦棚中。好诗，催凶大采。火树千重彻夜明，长安不锁上元城。朱门但饮杯中酒，谁念西山百炼胜？毫无灵气。今夜是赏灯的文会，你却在这里哭穷卖惨，真是大煞风景。若是科举只考诗词文章，连连给本公子研墨都不配。就这，尔等自诩风雅，不若试着听听我这首：铁马冰车不夜关，西风吹冷匣中寒。若无断手边荒将，哪得长安看牡丹？我大唐男儿当以热血铸就这盛世繁华。若无边关志士的刀剑，若无西山工匠的铁锤，你们哪来的闲情逸逸在这望江楼上赏灯作诗？这位兄台好重的杀伐气，只可惜你怕是走错了地方。今夜乃是陛下特许的赏灯文会，你这首诗杀气腾腾，实在是大煞风景。说得对，西山的人是些沾满泥水和血腥的粗鄙武夫，满脑子都是打铁杀人。你们懂什么叫婉约？懂什么叫真正的意境吗？跟这群井底之蛙动什么刀子？不仅平白跌了份，还脏了你的刀。我来吧，既然他们想要婉约，想要意境，那我今日便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意境。你来？据我所知，你平日连四书五经都不咋背全，你真会作诗。那是我平日手镯藏风罢了。东风夜放花千株，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可能，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绝妙之词？东风夜放千树，更吹落。好一个星如雨，好一个星如雨！这小子不仅百工之术，胸中竟还藏着文凭区新诗的锦绣文章。这等空灵悠远的意境，堪称前无古人。这让我想起与陛下当初相识。林秋只凭今夜这一首词，大唐百的文坛便无人能出其后了。我本林肃州西山只讲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断了天下要文人的活路。今夜过后，那些世家门外引以为傲的风雅底蕴，怕是要沦为全天下的笑柄了。后生可畏呀！团子乖乖，走快些！林秋哥哥说前面有好玩的。孙爷爷不吃，孙爷爷给你四子你也少吃点，榜首太过甜腻，对身体不太好。当然偶尔吃那么一两次还是可以的。真的吗，孙爷爷？皇兄，这是我买的糖葫芦，你得付钱。皇兄，其实你吃的这里所有糖葫芦，我刚刚都悄悄舔过了，让你不付钱。青雀，只要掳走那个小女孩，就能要挟那个姓林的交出西山的断钢之法和农作物种子等等。趁着前面人多，动手。得手后，立刻从水路撤离长安。团子打坏人！留活口！不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我投降。倭国人很好，李记，把人带下去，好好审。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多少同党，背后还有谁在撑腰。学生领命。